传书后，女孩因为天赋太差，学了10年还在练气期，于是便被宗门赶下山。接着她又换了个宗门拜师，结果学了10年还是一样。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整个修真界的宗门都不要她了。没办法，她只能先找个深山老林待着，想着待女主出现后再凑过去看看热闹，找找乐子。可当她发现等女主出现要近1000年时，她为了不让自己时间混乱，特意搞了个灵力日历记录时间。接着就在这深山中一日又一日的过着。修仙者入定后，时间过得很快，有时他觉得可能只是几个小时，但其实已经过去10天半个月了。一开始那几年，苏然还不是很熟悉，所以就在院子里种了些花草蔬菜，再偶尔去山下杀几只魔兽赚钱。虽然一次赚一点点，但1000年过去，他倒是变成了一个有钱人。这时杵着下巴发呆的苏然打了个哈欠，回头看了眼自己研究的灵力日历，可在他刚准备收回视线时，却忽然看到年份那里有些不对，1003年。也就是说，他错过了女主救世的时间，现在已经是女主飞升后的第3年了。当身上的衣服因他的动作碎开后，苏然才猛然意识到，他真的坐在窗前发呆了4年，也不知道菜园农田怎么样了。苏然换了一身衣服后去看他的田，虽然早就有所预料，可看着2米高的荒草中夹杂着一些水稻时，他还是叹了口气。没有人为干预的4年，竟然还长出了一些水稻，还真是坚强啊！苏然卷了裤腿下了田，花了一下午清理了大部分的杂草。山间的微风吹来，那些稀疏的水稻也跟着摇晃。苏然顿时觉得这几根水稻配不上他这一下午的劳作，最后一甩手提着镰刀就回去了。反正他又不用吃饭，即便他再怎么没天赋，天天都修炼，也花了整整1004年了。就算是头猪也修炼成人形了，更不要说每天都在认真修炼的苏然。虽然他天赋确实很差，甚至被很多宗门嫌弃，但苏然从不嫌弃自己，勤能补拙，再加上他还有永生 buff 加成，时间就比别人多太多了。苏然慢悠悠地走回小木屋，然后又坐在窗前思考之后该做些什么打发时间。前世的他考上大学1个月就穿书了。这本书一开始女主就是在天界，故事主要写的也是女主飞升天界后的事。她避世近1000年，也是为了等女主出现跟去找点乐子。苏然一边回忆一边收拾东西。1000年前那些嫌弃他的修仙者，现在肯定不在世了。这个修仙界的修仙者是无法做到延长寿命这种事，即便是修为再高，到了100多岁也是老朽木。但修真界有飞升一说，若在寿命将近前飞升，那就能授予天齐成为真仙，而飞升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需修到相应的功德才行。比如像女主这种斩杀魔王后当场飞升。苏然收拾好东西，发现自己也没什么，镰刀1把，砍刀1把，锄头2把，衣服3套，还有一顶斗笠和廊檐下的那个小竹篓。他收拾了衣服放在竹篓里，又放了一把砍刀后就此下山去。虽然他不知道这4年发生了什么，但也可以去修真界看看。1000年前他打不过那些魔族，就选择躲起来，只能斩杀一些低级魔兽过过日子。而现在魔王被斩杀，魔族也溃不成军，他可以下山四处逛逛了。刚到山下，苏然就遇到了一个帅气小少年。虽然少年看着眼熟，但他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认错人了。苏然仙长，您终于下山了，婆婆还惦记着你呢。少年看到苏然时眼睛一亮，自从3年前魔王被消灭，他们村子已经3年没被魔兽侵扰了。但婆婆总担心仙长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可她从小就看着仙长下山清除魔兽，他那么厉害，握着一把砍刀就大杀四方，再恐怖的魔兽在仙长面前都不堪一击，所以她从来不担心仙长有什么危险。从她记事开始，仙长就比她大10来岁，现在她都长到14岁了，仙长还是她记忆中的模样，完全没什么变化。哪有仙长能活那么多年？她想到了婆婆，说他们小的时候仙长就住在这座桃山里，那个时候他们都叫苏然仙长为桃桃仙人。苏然看着眼前的少年，忽然想起来这人是谁了。小念啊，你奶奶身体现在怎么样？婆婆身体好着呢，去年还想上山去看仙长，但去仙长家中的路太难走了，婆婆只能放弃。小念比4年前要成熟许多，毕竟也是半大小子，在他父母眼中已经快到娶妻生子的年纪。苏然去看了一眼小念的奶奶，和小念奶奶说了他以后就不在这里住，准备出去走走。小念奶奶一听苏然要走，虽然不舍，但也没有要留人的意思，只是想让苏然带自己的孙子去拜师学艺。以前魔族肆虐，他们这个地方却幸运的有位仙人在此长居，才能1000年来得以平静生活。
自己孙子幼时想去宗门，他觉得宗门危险，要去和魔族战斗，而如今魔族已经灭绝，只留下一些魔兽。自己的孙子年年嚷嚷着要去宗门拜师学艺，以前他以外面危险不让他去，现在他也觉得孩子想去那儿就去吧。苏然听到小念奶奶的请求，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小念从小就对法术很感兴趣，虽然苏然让他去宗门拜师学艺，可他也时不时的教一些口诀给小念。苏然天赋不行，但也看得出小念的天赋很不错。若是小念早出生10年，说不定能在宗门留下英名。现在虽然没什么大出息，但胜在安全。苏然想了想，还是答应了。看在叔叔的份上，我就送小念去好了。叔叔是小念奶奶的名字，她的全名叫云舒。不过整个村子里记得云舒名字的人也没几个了。自从云舒嫁人后，她就变成某某家的，有了孩子就变成谁谁娘。有了小念这个孙子后，别人对她的称呼又变成了小念奶奶。云舒听到苏然叫她闺名有些恍惚，自从嫁人这30多年来，已经没人叫她闺名了，只有桃桃仙人每次下山来才会叫她这个名字，但她都已经是当奶奶的人了，被人叫闺名还是觉得有些怪怪的。至于小念知道自己奶奶愿意让她去宗门拜师学艺，自然是很高兴的，这是她这10多年来一直梦想的事。没想到在苏然仙长要去云游这一年，婆婆同意她去拜师了。收拾好东西，小念还写了书信寄给自己的爹娘，让爹娘把婆婆接到城里去，并且也和婆婆说了，婆婆答应她会搬去城里住，这才放心的跟着苏然离开这个村子。苏然也没有和村里的人打招呼，如今正是农忙的时间，村民都在田里呢。小念跟着苏然，看着他这一身朴素的样子，要是不说，别人怎么可能看出他是一个活了很多年的仙长呢？小念忍不住问：苏然仙长，你这么厉害，为什么你不去挑战魔王呢？要是你去，我觉得能更早杀死魔王。苏然闻言停下脚步，伸手指着自己，一脸不可置信：我斩杀魔王？到底是谁给他的这个错觉，竟然觉得我可以去斩杀魔王？小念点头：对啊，反正我是没见过比仙长厉害的人。苏然揉了揉他的脑袋：你还小，才见过几个人，就觉得我是最厉害的了？等以后你出去了，见过大世面后，就会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一点都不厉害。距离小念村子里最近的一个宗门也在200里外，以苏然自己的速度，不到1个时辰就到了。但小念肯定是跟不上的，而且他并不着急赶路，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走一会儿歇一会儿也挺好的。等到了傍晚，苏然就随便选了个地方歇下了，反正只要能挡风就行。倒是小念有些害怕，这种森林边上最容易出现野兽或魔兽了。野兽和魔兽都喜欢吃人，可就算害怕，这晚饭还是要吃的。小念只能自己去捡柴生火做饭。虽然苏然没说要吃，但她还是给苏然做了一份。以前都是婆婆负责做饭，这2年婆婆上了年纪，因此做饭的事就落在她头上。苏然看着火堆周围，伸手就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仙长这是做什么？小念看着那一圈蓝莹莹的光，有些疑惑。这是水系术法，可以防止火蔓延出去。说着，苏然脸上的表情变得认真。小念，你要记住一句话。小念也没想到他会有这么严肃的时候，立马认真的等待苏然发话。仙长请讲。放火烧山，牢底坐穿，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金山银山都不如绿水青山，知道吗？苏然说得很认真，这是他自小就刻在脑子里的话，即便是过了1000多年也不曾忘记。小念看着苏然，也没有想到他会说这种话，可在自己的眼中，这些山肯定是比不上金山银山的，要他选的话，那肯定还是金山银山。但这种想法他不敢和苏然说，只能点点头表示记住了。苏然也不勉强他，用下巴示意他继续做饭。小念从自己的篓子里拿出了2个碗和2双筷子，盛好饭菜后才递给苏然。这是仙长最喜欢吃的，不过我就带了今天1天的分量，等明天咱们就只能吃干粮了，除非咱们能遇到镇子或者村子。苏然端着碗就吃，虽然这饭菜做的不如叔叔，但也很好吃。而对于小念的担忧，苏然并不当一回事，因为他会入定，入定后就是10天半个月的，那些蔬菜肉什么的，经过这么长时间都烂成一滩水了。苏然并没有储物戒子，他是外门弟子，再加上储物戒是高阶灵器，那个时候苏然完全买不起，但买不起那就自己研究呗，1年不行就10年，反正他时间多。而经过5年的研究，苏然终于研究出了收纳阵法，甚至这个空间还很大，这近1000年的银子和一些喜欢吃的食物全都放进去了，但就是要比储物戒操作起来复杂一些。储物戒只要用意念就可以取物，但他自创的储物阵则是需要先画一个阵法才能把东西取出来。小念见苏然不说话，只顾着吃饭，也叹息一声低头吃。吃完晚饭后，小念拿着一根棍子在周围敲敲打打，绕了一圈才回来，
只是他回来后发现他们暂住的地方变了样，火堆前有一扇屏风，屏风和火堆中间有一张小木床，上面有被子和枕头。至于苏然仙长的身下也有一个大大的布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苏然仙长就这么窝在这个布袋子上，而他面前还飘着一个散发白色光芒的阵法。小念看着苏然的身影，眼中全是光。果然苏然仙长就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苏然确定今晚过夜的东西差不多后，才一挥手，阵法的光芒瞬间消失，而那奇怪的文字也化作烟消散。你这是做什么去？打草惊蛇。苏然偏头看向走过来的小念，这孩子嘴上一边说自己很厉害，可又不相信自己。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安全意识很强，这样的人不会吃亏。我想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躲着的动物。有些野兽怕火，但有些野兽却会被火光吸引，肯定是要看看周围有没有动物，不然半夜睡着了被野兽啃了都不知道。小念走到床边坐下，却没有直接坐在床上。他现在还不确定这床是不是给他睡的。睡吧，不会有野兽和魔兽来的。苏然打了一个响指，一个散发光芒的半圆就从头顶扩大，把他们这个地方罩了起来。小念听到苏然说这话就哦了一声，可刚准备脱鞋时，就又听到苏然说盆和热水在那边，漱口洗脸洗脚再睡。他听到苏然的话，就看向了床角的位置，果然全都准备齐全了。等他洗漱完后，又忍不住看向苏然，发现他手中正握着一本书，书封上的文字他能看懂。仙长现在还看修仙机要？小念一直想修仙，过年去找父母时还问过邻居，听说邻居家有一个远亲就在宗门，因此他也问了一些问题。这本修仙机要他还是知道的，只要是入了宗门的弟子都人手一本。因为我基础很差。苏然老实回答，无论去哪个仙门，他都会被说没天赋基础差，所以这本修仙机要就成了他闲下来便要研究的书，只要过一段时间再看一遍，就能有不一样的理解。这也导致苏然所有的攻击法术都很基础。小念一听苏然仙长说自己基础差，就立马从床上爬起来。苏然仙长基础才不差，你杀魔兽都是一拳一刀就死了，就算站在远处一挥手，那魔兽都能身首异处。行了行了，快睡吧，明天还要赶路呢，我可不会允许你赖床。苏然收起书，示意小念快睡，接着自己也闭上了眼睛。现在的他可不敢随意入定，他上次入定直接过了4年，并且4年他都没什么感觉。这个时间对于苏然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可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那是很漫长的，就像是曾经的小屁孩忽然长成了少年。第二天一早，苏然早早就醒了，对于鸟虫的声音他早就已习惯，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如此，路上倒也没遇到什么危险，随后就顺利到达了宗门。这个宗门苏然并没有待过，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宗门的存在，可他听城里人说，这个宗门已经创立了400年，也算是历史悠久的宗门了。小念在一边听得津津有味，苏然却只觉得这个宗门真年轻。那请问你知道天照宗吗？苏然对着路人随口一问，怎么说这是他第一个入的仙门，也待了快1年的时间。那个回答的人听到苏然的话，就好像一脸看白痴的表情。天下第一大宗你不知道啊？你是山里来的吗？天照宗举世闻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1000年前天照宗的人就已经杀到魔族老巢，仅差一步就能斩杀魔王，但1000年后依旧是天照宗的弟子亲手斩下了魔王的脑袋。可以说没有天照宗就没有现在的太平。苏然有些不好意思地摸摸后脑勺。是啊，山里来的，多年不出山。小念看了一眼苏然，笑着转移话题，询问这个宗门入门考试之类的，那人倒也知无不言。这清玄宗每年都会招收一次弟子，时间就在7月，如今刚好7月，并且开宗招收弟子的时间就是后天。时间一晃来到后天，站在宗门测试场上，苏然对小念是有些信心的，至少小念天赋在自己之上，他都能入宗门，小念肯定没问题。可他怎么也没想到，1000年一遇的天才这几个字会贴到小念头上。看着测灵时散发的金色光芒，苏然就知道小念适合雷系法术，而雷系法术又是风火水雷土5系中攻击力最高的。旁边的人一听有个雷系天赋的人，全都凑了上来。小念看着周围的人，还有那些仙长都在夸赞自己，一时间有些不好意思，但却也有些得意。毕竟人在被夸赞时，总会忍不住欣喜。小念虽然很得意，但还是第一时间看向苏然。他最想得到的就是苏然仙长的认可。苏然见孩子朝着他看过来，就知道这是求夸赞呢。小孩总是希望得到亲近之人的夸赞。在这个宗门中，小念唯一认识的人也就只有自己。苏然扬起笑容，给他竖起大拇指，即便一句话没说，可这对于小念来说也是非凡的成就，因为他得到了向往之人的认可，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奖励了。这时一道很突兀的声音响起，天赋高，消耗也高，就算你是雷系天赋，宗门也不可能全都把资源花在你身上。没钱还来参加宗门大选，
也不怕把家中掏空？众人也在这时回过神来，因为修仙可不是花钱这么简单了，而是在烧钱。即便是普通的人家送孩子入仙门，也会提前准备一笔钱。虽然雷系天赋几乎都是天才，可雷系却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光是雷劫就要比别人多一档。除非家庭条件特别好，能给这个人准备很多法宝丹药，再加上家里和宗门投入这么多，结果因为这个弟子没扛过雷劫，那所有的努力就全白费了。这些钱用来培养雷系天才，倒不如用来培养10几个别系弟子。小念被人泼了冷水，当场低下头来。谁说他没钱？你没你爹妈能有几个钱？这话要是你爹来说，我也就不反驳了。你们俩半斤八两，靠自己也掏不出1两银子的人，怎么好意思说他没钱的？苏然并不是很想卷入纷争，主要是这小孩真讨嫌。虽然说的是实话，可在别人最高兴时说这种扫兴的话，很欠打。在苏然的眼中，小念不算天才，最多是天赋好一些而已。毕竟这个天赋在1000年前能入内门都悬，也就放在小门小派叫天才了。那个少年被苏然一说，瞬间就堵得说不出话来。见此，周围的小跟班立马站出来替他说话。你可知道我们胡少是谁？得罪了他，你弟弟就别想入宗门了。就是，说话都不会说，活该做一辈子的平民。其他人一听这话，立马远离了苏然和小念，生怕挨着这2人受牵连。小念也有些着急，他是想进宗门的，可他也知道苏然仙长是为了帮自己说话，但要是再这么闹下去，自己就真进不了宗门了。他刚想给那个胡少道歉时，苏然就上前拉着他，走，咱们不在这待了，我送你去天照宗。这种才创立了400年的宗门，还没他有底蕴呢。拜入这种看人下菜碟的宗门，以后自己走了，这小子肯定要吃亏。他刚刚看出来了，这小子要给对方道歉，凭什么道歉？就因为是雷系，就因为比别人多了一些天赋。就算雷系确实消耗多一些，但也轮不到他来智慧。周围的人听到苏然的话，都一脸不可置信。天照宗是什么地方？是他说能进就能进的吗？只有小念一脸震惊，他是相信苏然仙长说的是真的，但他真能进天照宗吗？那可是救世英雄所在的宗门，宗门做测试的弟子见难得一见的天才要走，也有些着急。虽然雷系确实容易出现危险，但天照宗掌门发现了1000年前掌门大弟子在魔窟留下的灵信，说是有人知道如何抵抗雷系雷劫。虽然不知道那人是否还活着，但那位大弟子敢说谁发现都可以去找，那说明1000年后的今天也能找到线索。2位请等一等。管事弟子连忙开口，苏然没搭理，可小念却慢下了脚步。若是能留在宗门，那自然是最好的。虽然说能进天照宗，别说是他们盛家能光宗耀祖，估计就是他们县都能脸上有光，那可是出过飞升上界为真仙的宗门啊。可他不想让苏然仙长为难，仙长已经帮了他和村里的人很多次了，不信我。苏然扯着小念不让他停下，若是可以，苏然也不想管小念，但谁让他是苏苏的亲孙子呢？自己当然是不能放任他在这里受欺负。在修真界这1000多年，他没什么朋友，叔叔算一个，另一个也4几百年了。小念迟疑的脚步，在听到苏然的话时就没再犹豫。婆婆说过，要是有迟疑时就听淘淘仙人的，她当年就是没听淘淘仙人的话，后面才会以泪洗面。小念知道当年婆婆不愿意嫁人，苏然仙长下山来接她，说可以带她上山生活，也没人可以找她的麻烦，但她为了爹娘的面子嫁了。在苏然转头看她时，小念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她肯定是信苏然仙长的。说谎，苏然直接点破她的真实想法，但也确实，如今天照宗的含金量今非昔比，想要送小念这样的天赋进天照宗，说困难也困难，说不难也不难。小念是雷系天赋，对于任何宗门来说都算是好苗子，但好苗子容易死啊。像那人说的，这是雷系天赋者的代价，拥有比别人更强的战力，那承担的风险也必然要比普通人多。管事弟子见人要走，立马就通知了宗门长老，这要是放跑一个雷系天赋者，他这管事也别想做了。虽然这胡家确实帮助了宗门很多，每年都捐献5万两银子，可一个雷系天赋的修仙者，对于仙门的帮助是无限的。如今修真界魔王被杀死，可魔王座下的一些魔将并没有被斩杀，即便这3年确实风平浪静，可谁知道这份平静能持续多久？还没走出宗门大门，苏然就被一个女人拦住。女人穿着这个宗门的衣服，长发挽着，还有些气喘吁吁。你们2姐弟稍微等一下，咱们可以坐下来谈谈。红强作为宗门长老，目前也没有亲传弟子，这次听说出了一个雷系天赋的修真者，他自然是不想错过。他是火系天赋，也算是攻击力比较强的天赋。这3年宗门一直招收些歪瓜裂枣进来，让他觉得头疼。现在终于有个天才却要被赶走。苏然看着红强停下了脚步，对方应该是金丹修为，隐约有突破的迹象，不过因为旧伤，所以一直在压制修为，并且旧伤为魔族所伤，想来是参加过3年前那场大战的人。苏然觉得自己有必要听一听
听对方的发言。对方见这个小姑娘停下，便笑着将人带到了宗门后山。进了院子，红强和苏然商量着：你既然想要送你弟弟去天照宗，这种事情也不是不可能。只是天照宗3年才选一次弟子，而距离上一次选拔弟子才过去不到3个月，下一次得等3年。所以我有个主意，他可以先做我的亲传弟子，半年后我会替他争取一个进入天照宗的名额。苏然看向了小念，你觉得怎么样？小念听到苏然仙长问他觉得怎样，也低头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像是红强长老说的，自己再怎么想进天照宗，也只能等3年后。3年后他就17岁了，这个年纪才拜入仙门，很显然是迟了些。小念觉得已经很麻烦苏然仙长了，且拜在红强长老的门下，那个胡家少爷也不敢来找他麻烦。苏然听到他愿意留下，也没再勉强。虽然他有办法把小念塞进天照宗，可小念自己想留在这里，那就算了。反正他答应叔叔顺利把小念送到宗门大门口就可以。现在他也算是完成任务了。红强见小念答应下来，就和苏然说他们宗门有专门给弟子亲属居住的小院，无论是长时间居住还是暂住都可以。但苏然却站起身，我可不是他姐姐，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就先走了。红强听到苏然说要走，一时没反应过来。小然姑娘这是要去什么地方？我看你也算是修仙者，是哪个宗门的？苏然摆摆手，不用，我已经被宗门开除了，资质太差，所以现在在流浪。他这话让红强一脸疑惑，这个孩子看着也就15、16岁的样子，虽然只是炼气期修为，可他总觉得苏然的气息若隐若现的。这种情况他只在3年前感受过，比如那位斩杀了魔王原地飞升的师妹，与跟在那位师妹身边的几个少年。但眼前这个少女的修为，很清晰的能感觉到是一个炼气修士。红强还是拗不过苏然，并且小念也不担心他，最后也只能作罢。苏然刚出院门时，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没问，接着立马回头问向红强长老：“请问沈之无家怎么走？”红强长老听到沈之无3个字时，就多看了苏然一眼。不过他随后又反应过来，毕竟沈之无可是斩杀魔王的人，整个修真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苏然会问关于沈之无的事，估计也是因为崇拜吧。沈师妹家很好找，龙玉国都城沈家就是。苏然知道了沈之无家的地址，就朝着龙玉国出发。待刚走到山下，他忽然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件比较重要的事。小念是雷系天赋，每次晋级会比普通人多1道天雷。原本天雷的数量和修为是成正比，几道天雷下来虽然会衰弱，可刚好卡在生命值为0的界点。但雷系天赋多出来1道天雷，就很容易把人直接劈死。苏然一开始听到修真界还有这样的机制时，就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可后来了解雷系天赋的战力后，他就觉得是应该的。一个世界要保持平衡，那肯定是要有奖有罚的。雷系天赋者确实有种开挂的嫌疑。苏然转身上了山，这次没有带着小念，他很轻松地潜入了宗门。小念一看苏然回来，脸上立马露出笑容，以为是苏然仙长临时改变主意要回来了。过来，我给你加个 buff。苏然对着小念招招手，小念虽然听不懂，但还是乖巧地走过去。即便不知道buff是什么东西，可他知道仙长给的就一定是好的。苏然手附在小念的丹田上，嘴里叨叨念了几句，一个奇怪的法阵就出现在小念的后腰上。以后你就放心修炼吧，至少大成期修为以下的雷劫都能扛住，大成期以上的你自己想想办法吧，毕竟熬过大成期就飞升了。对了，过段时间我会回来看望你奶奶，让她保重身体，别死了。看着苏然翻窗出去的背影，小念补了句：“苏然仙长，你要记得早点回来，我们都是人类，活不了多久的。”村里人都不知道淘淘仙人活了多久，可婆婆却知道，因为苏然仙长和婆婆说过，她都1000岁了，所以小念有些担心，苏然仙长这一走，自己恐怕就再也见不到她了。苏然听到小念这话，就又转头回来摸摸她的脑袋。咱们认识几年了？9年。苏然点点头，那还挺多年了。虽然对于他来说只是转眼间，而对于小念来说确实是很多年了，就像是叔叔一样，他只是稍微想气一气他而已。可等自己气消了来找人时，他孙子都4、5岁了，而这又一转眼，那个追在自己身后的小屁孩也长成了美少年。走了，过5年我再来看你。苏然手一挥，电子日历又出现了。他在日历上做了备忘录，接着下山往城里走去。他得问清楚龙玉国在什么地方。只是当他询问龙玉国在什么地方时，对方都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但见苏然一脸认真的问，对方也只能告诉苏然，龙玉国在修真界的最东方，也是天照宗所在的地方。苏然满脸疑惑，龙玉国的龙玉，不会是龙玉镇的龙玉吧？那时还没这个国家呢，镇长都升级做皇帝了，真了不起。确定了位置且没有了小拖油瓶，苏然几乎是日行千里，不到2天就到了龙玉国的都城。
城，因为天照宗的弟子选拔刚结束，整个都城还很热闹。苏然看着眼前陌生的城池，完全无法想象当年这里只是一个海边小镇，还时常被鱼怪骚扰。苏然走在路上被挤来挤去，只能被动地跟着人群走。今日是祭尊者诞辰，不知道好运会不会降临在我身上。苏然听到身边人讨论起来，就立马竖起耳朵仔细听。这个祭尊者是谁，他并不知道，在山里待久了也成山巴佬了。听着那些人的科普，苏然也知道了这个祭尊者是谁了。沈寂，那个抱着自己大腿叫他救命恩人的人，虽然叫自己救命恩人，但他也是个很狡猾的人。苏然一想到沈寂竟然被人惦记了1000年，就想起他把自己烤鸡偷吃后还理直气壮地说以后必然名垂青史的画面。当时的苏然并不在意，因为这是一本小说世界，小说世界是有主角的，像沈寂这样的人怎么看都不是主角，因为沈寂还欠自己1000两银子没还呢。苏然想着沈寂的事，忽然就想起这一茬，1000年前的1000两银子，那购买力可比现在强多了。现在他后代竟然花这么多钱搞诞辰游街，要是放在当年，除了自己会给他煮碗长寿面外，谁还记得他的破生日？家族庶出不得父亲喜爱，又被兄长排挤，要不是因为他是雷系天赋，真要被沈家欺负死了。可如今却被沈家奉为尊者祭拜。随着灵兽车从远到近，周围的人也瞬间安静下来。苏然的眼神看向灵兽车，却见上面并不是灵位金身，而是一个少年。他身着金丝红袍，手中握着一把雷纹长剑，眼神扫过路边的行人。苏然看了眼那把长剑，就知道那是把冒牌货。而灵兽车上的少年看着那些虔诚的人，心中却在冷笑。这些人是真的想要得到赐福吗？不是，他们只是想要钱而已。直到他的视线对上一股鄙夷的目光时，让他完美表情的脸上出现了一丝裂痕。苏然也没想到自己鄙夷沈家人会被抓包，吓得他赶紧跑走。对方只看了自己一眼，应该也记不住自己的样子。但当一个时辰后，他被少年带着几个修仙者堵在小巷子里时，苏然真想回到1000年前支持沈寂清理门户。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无辜的路人。少年见对方确实只是一个少女，而且修为也只有炼气时，就让那几个修仙者退后了。我是沈家少主沈剑川，近日游街时亲眼看到你对祭尊者熏油不敬，你是对祭尊者有意见吗？苏然倒是想老实说，他确实有意见，毕竟沈寂欠了自己1000两银子。他欠我银子？欠多少？1000两。沈剑川见苏然真说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自家祖宗欠人1000两银子的事，整个修真界人尽皆知，但那都是1000年前的事了，债主都不知道死哪儿去了。眼前这个小姑娘还没自己大呢，竟然敢说自己祖宗欠她1000两。而苏然也没想到，1000年之后再见沈寂是在他的庙宇中，庙宇最中间是一幅巨大的画像，画像上画着一个俊老年轻的男人，那柄带着雷纹的长剑倒是和沈寂的佩剑一样。沈剑川见这个小姑娘到了祭尊者庙前，还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便开口道：你敢在祭尊者的画像前说祭尊者欠你钱吗？若是说谎，那可是天打雷劈的。虽然这种话是假的，但他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敢当着祭尊者的画像说祭尊者欠他们1000两银子。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也不像是有什么钱的样子，估计也是为了骗钱才说这种话的。苏然也没想到沈家小少主会说这种话吓唬他，他才不怕什么天打雷劈呢，防雷他可是专业的。有什么不敢的？苏然觉得无奈，这些小孩子真是的。沈寂，你欠我的1000两银子什么时候还啊？要是能问沈家人拿回沈寂欠自己的银子，那肯定是要收滚了1000年的利息。苏然还在那儿盘算1000年到底要滚多少利息时，却没看到身后的沈剑川和几个侍卫被苏然这一句话惊的头发都快竖起来了。沈寂是祭尊者的本名，这1000来年沈家没有一个人敢直呼其名，都是以祭尊者尊称。而眼前这个小姑娘不只叫大名，甚至说是欠他本人的。沈剑川看着苏然的模样，又不觉得他是在说谎，于是他让庙中的侍卫全都退出去。虽然侍卫不敢偷听他这个少主说话，但沈剑川还是打了一个隔音诀。苏然感觉到轻微的灵力波动，就转头看向沈剑川。隔音做什么？不会是要打自己吧？怕自己叫救命，所以隔音。祭尊者当真是欠你1000两银子？沈剑川见苏然盯着自己，就把自己的想法问出来。要是真的，就只有2个可能：第一，眼前这个小姑娘活了1000多年；第二，这个小姑娘被人冒充自己的先祖骗了。人族修仙不只是为了抵抗魔族，也更是想要突破寿命的桎梏，可寿命却没办法因修为的提高延长太多，所以整个修真界没有任何人能活过200岁，活1000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并且活了1000年的人怎么也是仙风道骨的吧？就眼前这个小姑娘，看着和天照宗外门弟子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外门弟子起眼。最重要的是，她才是个炼气期的入门弟子，怎么可能活1000岁？真的？说了你们也不信？苏然有些无奈，以前他觉得自己说自己活了几百岁，怕别人把他当作妖魔看待，后来那些朴实的村民却觉得自己是住在山里的仙人。可遇到一点城里人，他
他说自己活了几百年了，对方也只是笑笑不说话，就像现在他都上门要债了，对方还当自己是骗钱的。沈剑川盯着苏然看，想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破绽，但无论从神态语气来说，这个女孩都太过自然了些。行，我信你说的话。沈剑川收回视线，一挥手撤掉了隔音，叫来护卫，让人给苏然准备房间休息。这下轮到苏然疑惑了，不是，你小子真信了？既然信了，那就该还钱才是。请，我带你去客房。护卫前来回话后，沈剑川就对苏然客气了不少。苏然也不在意到底是真的带他去客房还是什么鸿门宴，总之只要能拿到钱就行。虽然他现在也不缺钱，可这1000两银子是他花了10年时间在各种宗门打杂工攒下来的。入了沈家，苏然才知道一户人家就是一个小区是什么感觉，四面八方都有入户大门，且每一道大门都有名字。沈剑川把他带到一个大小适中的院子，是一个2层的小楼，院子用结界笼罩着，里面的温度适宜，并且开满了鲜花。苏然看向旁边的园子，发现那个院子也有结界，只是那个院子白花花一片，很显然是有雪。那是我的院子。沈剑川见苏然盯着自己的院子看，就解释道：“能去看看？”苏然有些好奇，结界能调节4季，所以他也常用，只是一直让自己的院子下雪，这种事情他不会做。可以。沈剑川倒是异常的好说话。进入沈剑川的院子，苏然能感觉到一丝凉气。对于寄尊者的事，你了解多少？为什么你会借1000两银子给他？沈剑川看着正在观摩他院子的苏然，忍不住询问。沈家的人都说他长得像寄尊者，就连他自己也觉得像。自12岁时，他就取代了金身，成为寄尊者的巡游替身。满打满算，今年已经第4个年头。他是沈家庶出雷系天赋，雷眼间和庙宇中的画像有几分相似，所以他成为了沈家的新少主，但也仅仅是沈家用来笼络权力的傀儡而已。所以在面对这个说胡话的小姑娘时，他选择相信对方真的活了1000年。要是真的活了1000年，那是不是能知道寄尊者突破金丹，甚至差一点步入化神的办法？沈剑川其实很想知道关于寄尊者的事，但沈家对这位先祖的情况知之甚少。他年少成名，未曾娶妻生子，族谱所记载的也只有寥寥几句：庶出雷系天赋者，以及沈家大门上被他贴上的那张纸，我欠了别人1000两银子，要是来要记得帮我还了。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成了寄尊者留给沈家的最后一句话。苏然见沈剑川询问自己，就笑着反问他：你是想知道沈姬是怎么平安度过金丹雷劫的吧？想问就问，不用那么拐弯抹角的。这个沈剑川已经筑基圆满，估计要不了半年就要呼入金丹。16岁的金丹修士，天赋确实很不错，但比起沈季倒是差多了。沈季是硬靠自己度过雷劫的，一般人学不来。沈剑川被苏然点破了小心思，虽然略微有些尴尬，但他觉得想活下去没什么不对的。想要知道雷系天赋如何才能晋级，这是每个雷系天赋者都想知道的事。怕死是天性。苏然对于沈剑川的坦率还有些意外，其实他对沈家人并没什么好印象。1000年前是这样，1000年后还是这样。沈家的2个天才都被沈家推得远远的。同样的事情，1000年间估计一直在不断重复，只是因为那些人都籍籍无名的去世，并不是像沈季和沈之武一样名垂青史。想要平安度过雷劫并不困难。苏然负手逛着院子，这沈剑川是沈家少主，但住的却是西院。很显然他本人并不受宠，作为少主应该住东院，且不可能院子和客房连在一起。结界也是最简单的结界，无法随意更改天气，只能固定一种天气。沈剑川一听苏然果然有办法，都不管真假，差点就要上去抱大腿了，但因为多年来作为少主培养的矜持，让他没有跪下去。还请前辈赐教。沈剑川不知道他的名字，若对方真的活了1000年，那必然是自己的老前辈。苏然被叫前辈还有些不适应，其实他对外界的变化并没有太多感觉，每年很大部分时间都在入定，只有固定的时间才会醒来一下。我以为你会和你祖宗一样，上来就抱大腿呢。苏然说完这话就打了一个响指，沈剑川只觉得自己院子里的气息晃动了一下，好像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想要防雷，那就在你身体里接一根地线好了。苏然说得很轻松，可沈剑川却完全听不懂，在他的身体里接一根地线是什么意思。苏然见沈剑川一脸疑惑的模样，就知道自己说的太现代了些，都修真界了，也没人会特意选择科学，像是现代人引雷避雷都在研究，那是因为雷电对人类有用也有害，可修真界却觉得雷是天神降怒，若是这个人被雷劈了，只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完全不想想是不是身上有金属，或者是站在高处树下，亦或者单纯的就是运气不好。我的意思是，只要在雷劫到来时把天雷导入地面就可以了。沈剑川有些疑惑，雷劫
结导入地面有什么用？毕竟要是雷大一些，可是能把地面劈出一个坑来。雷劫只针对渡劫之人和魔族，对别人是没什么伤害的，所以只要把天雷导入地面就足够了。苏然看出沈剑川的想法，就解释道：“这种问题1000年前他祖宗就和自己说过了。既然对别人和地面不会造成伤害，那么导出雷劫就更容易了。”沈剑川听着苏然的话，忽然想起了一件事，请问前辈的名字？沈剑川觉得他的心脏都快跳到脖子眼了，毕竟那个名字知道的只有各宗门的长老管事，连普通弟子都不知道。而他之所以知晓，也是因为他是沈家人。苏然觉得自己都承认沈姬欠自己钱了，也没有必要隐瞒，并且这个小孩心思沉重，即便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会出去乱说。从他把自己带去沈姬的庙中还隔音开始，苏然就知道沈剑川和沈家的心也不齐。沈剑川听到苏然2个字时，就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继尊者说只要找到苏然就能解决雷系天赋者的雷劫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继尊者真欠了这个人1000两银子。不知道为什么，继尊者的完美形象在沈剑川遇到苏然后稍微有一些改变，就好像那个很遥远的人忽然变近了很多。前辈，沈剑川难得在苏然面前局促起来，他本来以为对方和自己年纪差不多，谁知道原来他真的是活了1000多年的人。不用在意，我不是什么老古董。苏然摆手打断了他的局促之后，沈剑川就把3年前从魔窟里带出沈记遗物的事和苏然说了。沈剑川以为苏然会感叹一下老友的不幸，结果苏然直接蹲在地上堆雪人，在听到老友不幸去世时，还忍不住翻白眼。他活该的，在这种有主角的世界，还妄想去当那个救世主，这不就是炮灰吗？沈剑川见苏然完全没有一点难过的心情，也不知道说什么。苏然堆完雪人后手一转，这个小雪人就被灵力包裹着，随后收到自己的储物阵法中。沈剑川看着苏然那闪过的阵法，觉得震惊，这不就是异空间吗？听说这种异空间是只有上界的仙人才会拥有的。好了，不说审计了，先来说一说我是如何让雷系天赋者度过雷劫的吧。一个天才就因为一道不公平的雷劫而死，这种事情确实很可惜。不过这不包括审计，我说他活该，那是因为他真活该。沈剑川见苏然这么说，立马就认真起来，这是关乎雷系天赋者未来的东西。苏然手掌向上，掌心出现一个阵法，引天雷攻击我吧。沈剑川闻言一怔，苏然前辈活了1000年，可只有炼气修为，虽然他还没跨过金丹雷劫，但引天雷那是雷系天赋者最强的攻击招式。苏然见沈剑川犹犹豫豫的，就直接把阵法挥到沈剑川面前。不敢就换我来，蹲下面。见沈剑川照做了，苏然又打了一个响指，在沈剑川没反应过来的瞬间，一道雷光直接劈了下来。那道雷的压力是沈剑川从没体会过的，可这道雷打在那个阵法上，却像是被什么给吸收了般，只发出几个噼啪的声音。此时的沈剑川对苏然的修为产生了怀疑，刚刚那道天雷的攻击，若不是有这个阵法在他头顶上挡着，他估计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真的是炼气期修士能引来的天雷吗？最重要的是，他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施法动作和口诀，只是打了一个响指。上次苏然打响指时，是给他这个院子的结界加了点什么。苏然指了指他脚下，我这个阵法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加了很多土系阵法在其中，可以完全吸收任何自然雷，也包括晋级天雷。至于多余的天雷之力，就会被牵引到地下。沈剑川顺着苏然的动作，看到了自己脚下有一个阵法，里面甚至还有雷光闪过。很显然，刚刚那道天雷已经被大地吸收。沈剑川蹲在地上好一会儿才站起来。那要是人人都学会这阵法，雷系天赋者的最强招式岂不是无效了？毕竟引天雷才是雷系天赋者比别人强的原因。苏然低头盯着他，这个阵法除了雷系天赋者外，其他天赋者无法使用。这种情况他当然也思考过，他只是想让天才更好的成为天才，而不是遏制雷系天赋者成为天才。此时远处天照宗的掌门大殿中，天照宗掌门从入定中醒来，他起身朝着大殿外走出，抬头看了看天空，并没有任何异象。龙玉城中也一片祥和，那为何他刚刚竟感觉到异象雷击出现和消失的速度都太快，掌门都要觉得是错觉？可他是风系天赋者，感知力就比寻常人要强很多，所以天照宗掌门知道自己刚刚那一瞬的感觉不会有错。他闭上双眼，用精神探查整个龙玉城的情况，也没有发现任何奇怪的地方。苏然感觉到有人在观察自己这个方向，他就知道有些防护是必要的。这些修仙者的直觉还真敏感，他刚刚的速度已经够快了，还是被察觉了。要是沈剑川来引雷，就绝对不会被发现。可恶！沈剑川看着苏然的脸色有些不好。前辈，你没事吧？没事，这个阵法你自己研究研究吧，别和别人说你认识我，知道吗？苏然虽然知
知道沈剑川并不是那种会多嘴的人，可还是要提一嘴。为什么？要是掌门知道前辈还活着，肯定是很高兴的。沈剑川对天照宗的掌门还是信任的，苏然却没有说理由。最重要的还是他能活1000年这件事吧。人类想要长生是必然的，不然也不会选择修仙。想要对抗魔族是固然，可想要长生也是必然。只要生活如意的人，都会选择活得久一些。苏然并不清楚为什么自己可以长生，却也不想成为试验品。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自己在别人面前出现，总会暴露的。并不是从他把阵法给沈剑川研究时开始，而是他让小聂能顺利修炼时就开始了，甚至更早。沈剑川见苏然不说话，转身就走，也知道自己说了多余的话，前辈怎么说就怎么做。他记下了阵法，又让人去准备银子。继尊者嘱咐沈家人要还这1000两银子，沈家人自然是要还的。但滚了1000年，这笔银子不是小数目，能拿出1000两银子借给朋友，两个人的关系绝非一般，这让沈剑川蛮羡慕的，因为他并没有这样的人。苏然回到客院就往屋里一待，因为是给客人居住的地方，无论是院子的绿化还是屋里的装修都很不错。苏然坐在软榻上，忽然想到自己设置的结界还没撤掉，但思考了一下，并没有撤走。这小孩人倒是不错，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要搞事，总之要搞沈家人他是支持的，所以帮他遮一遮还是可以。在软榻上坐了一会儿后，他就想去看看沈之无的院子。虽然沈家对沈之无不行，但他居住的院子绝对会保留下来吧。他听到沈剑川进了院子，就偏头看向门外。沈剑川是拿着银票进来的，1000两银子按照1年50两的利息算，也有5万两银子，再加上本金1000两，就是5万1000两银子。这个数量放在普通人家一辈子都花不完，像是城中的一些普通人，一年花费100两银子都算是生活比较好的了。当沈剑川把银票递给自己时，苏然也没想到沈剑川还真算利息了，还是按照1年50两算的。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要讨债，但1000两银子对现在的苏然来说就是9牛1毛，可5万两银子那还是有点多的。收了银子，苏然询问了一下沈季和沈之无的院子有没有保存下来。沈剑川连忙解释，当然，继尊者的故居一直保留着，谁都不敢动。即便过去1000年，沈家人还是很妥帖的保存着继尊者的故居。只是当沈剑川带着他进了一个豪华院子时，苏然脸上满是无语。这院子比起周围的屋舍确实朴素得多，可这绝对不是沈季的居住的院子。沈剑川解释道，继尊者当年就是居住在这，整个沈家也是以这个院子为中心点建造的。苏然满脸鄙夷的表情，假的。沈季住的只是一个只有2间正屋和1间偏房的院子，这是后来沈家人知道他成了天照宗掌门弟子后给他换的吧。苏然背手转悠了一圈，确实没有什么居住过的痕迹，也就是说他离开天照宗后，沈季也没有回沈家居住过。可他既然和沈家关系不好，为什么还要贴一张纸条在沈家大门上，就为了让别人知道他欠自己钱？果然沈季这个人他还是不了解。收回视线后，苏然又去看了沈之无的院子。沈之无是沈家家主的私生女，5岁时被认回成了沈家的五小姐，可因为是私生女，即便回了沈家也不得宠。我印象中的吴姐是个很安静的人，基本不说话，甚至下人都欺负她。我幼时碰到过她几次，训斥过她院里的下人。沈剑川把他对吴姐的印象说了。吴姐是水火双天赋，一般情况下，这种水火相冲的天赋是天生体弱，且修炼异常艰难，亦或者是放弃其中一个天赋，专心修炼水系术法或者火系术法。一开始吴姐确实是因为选择修水系术法而勉强进入天照宗，但在天照宗里却一直被大哥大姐欺负。那时我7岁，也只是偶尔才能从府里人口中知道关于吴姐的事。直到5年前的宗门大比中，她水火双修，打得整个天照宗无敌手，可大姐大哥他们却还想欺负吴姐，最后落得个死无全尸的结局。苏然听完沈之无的过往，就觉得这确实是标准女强文的内容，但实际上这本小说的正文内容是从上界开始的，修真界的东西对他来说只是开胃菜。沈剑川感叹道，说起来吴姐确实很厉害，继尊者花了8年时间才杀进魔窟，她只用了3天。苏然听后有些诧异，在他眼中沈季一直是个想要名垂青史的人，怎么会花了8年才杀入魔窟？不过他现在钱也要回来了，无所事事，不如去魔窟看看老朋友好了。沈季的尸身并没有被带出来，天照宗掌门曾试图带走他的尸身，但却被魔气反噬，至此沈季的尸身也就留在了魔窟。苏然在龙玉城住了3日，就收拾准备出发了。沈剑川知道苏然想去魔窟，便立马制止。前辈，魔窟如今魔气混沌不堪，即便是元婴修为的修士都会被魔气腐蚀，那个地方去不得。继尊者的尸身已经留在那里1000年，想要带回来已经是不可能了。苏然摆摆手，没事，我就去看看，进不去我就不进去了。沈剑川还是不放心，硬要跟着苏然走。我知道我修为低下，很有可能跟着去是拖后腿，但前辈是继尊者好友，我作为沈家后人，不能放着前辈去冒险。苏然听着沈剑川的话就笑了，放心吧，
你好好修炼，不用跟着我去。我这个人没什么时间观念，要是你跟着我，说不定我稍微走神，你就进棺材里了。沈剑川闻言扑哧一声笑出来，这让苏然有些疑惑，自己说的这话有什么好笑的？虽然知道前辈活得长久，可看着前辈的样子，我还是有些不适应。沈剑川老实回答，他面前的苏然前辈看上去年纪比自己还小，不由自主的就会把对方当小辈，并且自己变成白胡子老爷爷，那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对于沈剑川的想法，苏然并不陌生。山下的村子里，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他和普通人不只是寿命上的区别，更是肩上的责任和心中的欲望不一样。长生本就痛苦，他只想做些开心的事。沈剑川目送着苏然离开了龙玉城，就像是苏然悄悄的来，走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知晓。看着消失在人群中的身影，沈剑川有些好奇，千年前自家祖宗是怎么和他相处的？明明能大方的借出1000两银子，却等对方死后1000年才想起来去看看对方。沈剑川觉得自己不懂这个人，不知道继尊者懂不懂这个人。苏然路过一家铺子，买了2只烤鸡包起来，放在小竹篓里。都过了1000年，也不知道沈记还喜不喜欢吃烤鸡。当年他可经常偷自己的烤鸡吃，而且沈记酒量不好，还偏要喝，一边吃一边在他面前唱大戏，说以后要如何扬名。苏然回头看向龙玉城的城门，上面还有沈记佩剑的图案。如今沈记也算是扬名修真界吧，他似乎已经成为了修真界对抗魔族的定海神针。苏然出城后，才把买的2只烤鸡放到了空间里，去祭拜故人，当然是给他带点老家的东西。待到接近傍晚时，苏然来到了一个小镇。小镇看上去很安静，街道上都没什么人，就算有2个路过的人，也有些无精打采的。苏然多看了2眼，就朝着镇上的客栈而去。客栈的小二看见苏然，倒是起身打招呼，只是他哈欠连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苏然实在是觉得这人下一秒便要睡着了，就问了房间，自己上楼了。随着夜幕降临，苏然发现镇子里的人好像多了起来。他坐在窗户口，看着热闹起来的街道，有些意外。这个小镇过的什么时差啊？难怪白天时大家都无精打采的。这回客栈的小二也精神了不少，他给苏然介绍了饭菜后，就解释了他们镇上的情况。自从1年前镇上的人就这样了，不过因为身体没什么问题，白天虽然没什么精神，但也不怎么影响做事，并且就算白天没做完的事，晚上也能做完。虽然后半夜会入睡，但其实能睡着的人不多，这也就导致大家白天无精打采的，可只要一天黑，大家都有精神了。苏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倒也理解。这种情况对于古代人来说可能不常见，但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小二也没想到苏然会这么容易就接受了，但他还是说了一句：客人要是晚上不想睡觉，也不用担心，对身体没有任何损害的。也因为这种特殊情况，我们小镇才以夜市闻名，一到晚上小镇就非常热闹。苏然表示自己没事，就让他出了房间。虽然他知道这个小镇有些不寻常，但人小镇的镇长已经请天照宗的人来看过，天照宗的人也不清楚是为什么。既然对身体不影响，苏然也不想管，本来就是路过。可半夜苏然醒过来时，却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坐在天上弹琴，琴声很吵，也让人很亢奋。但街道上的人应该没听到，也没有看到这个白衣女子。苏然趴在窗户上，杵着下巴听她弹琴。虽然这个女人收敛了很多，但苏然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人。喂，我说你让这个小镇的人作息日夜颠倒做什么？虽然说这个小镇的人已经习惯了，但睡眠不足这种事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也不能因为习惯了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最重要的是，扰民真的是一种非常讨厌的行为。自己睡得正香，他弹什么破曲子，把人吵醒。魅魔见苏然和自己搭话，就已经确定对方是真的能看到他，并且对方说的话也确实只有他自己能听到。这当真是一个炼气期修为的修士吗？想到这，魅魔瞬移到了苏然的面前，原本还很漂亮的脸蛋瞬间变成血盆大口，似乎是要一口吞了他。苏然抬手直接捏住了魅魔的嘴，让他变回了原形。你是不是没刷牙，有口臭？苏然一句话直接让美女魅魔脸涨得通红，反手就把琴砸了过来。这琴也是武器，砸过来是真的能砸死人。苏然手一招，竹篓里的砍刀直接挡住了那把琴。你可真吓人！说着，苏然从窗户上爬了出去。要是这只魅魔不把他吵醒，他也不想多管闲事。作为一个略微自私的人，苏然是那种不牵扯到自己利益就会隔岸观火的人。魅魔见自己的攻击被对方挡下，就知道自己是碰到硬茬了。你当真不顾这个镇子里那些人的死活？苏然不吃魅魔这套，你能杀这些人早杀了，不会等到现在。要是自己在意这些镇民的死活，只会被这只魅魔拿捏。最重要的是，他并不是为了这些陌生人动手的，完全是因为这只魅魔招惹到自己了。甚至他都准备和魅魔聊聊，然后走人。
人的，谁知道这只魅魔上来就想把自己啃了。苏然越想越气，下手也越发的凶狠。魅魔一个躲闪不及，脖子上瞬间被划出一道伤口，他脸上闪过一抹震惊。作为魔族不老不死活了1000余年，这还是他第一次受伤，可这也激怒了魅魔，他直接一道法术打掉苏然手中的砍刀，但刚想反击时，脸上就重重挨了一拳，只瞬间他就觉得自己的右脸碎了，甚至都飞了出去。苏然看着飞出去的魅魔甩了甩手，抱歉，请用砍刀，其实我更擅长用拳头。苏然跃上屋顶，手搭眉头，看向魅魔飞出去的方向。既然下手了，那就斩草除根吧。补刀这种事，他知道。待到第二天，苏然刚睡醒，房门就被人敲响。小二小心翼翼地询问：“客官，有2位仙长想见你，请问方便吗？”有2名天照宗的弟子，昨晚感觉到他们管辖的镇子有魔气出现，便急匆匆赶来查看情况。而这个镇子里要说有什么奇怪的人或事，那也就是昨日新来的客人了。一般情况到他们镇子的客人都会和他们一样晚上睡不着，可这位客人却是正常的，那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苏然拉开房门看向外面的人，2个17、18岁的天照宗弟子，一男一女。他扫了一眼开口：“找我做什么？”天照宗的2人对视一眼，就觉得他们可能是想错了。这个人虽然不是普通人，却也只是炼气修为的修仙者，因此2人只是随便询问了一些问题，而苏然当然是一问3不知。不知道啊，睡觉呢。那2人见也问不出什么，就不再询问了。如今镇子的异常也恢复，他们只能先回宗门禀报。苏然并没有着急走，人家才盘问完他就走，那不可疑也变得可疑了。直到2个时辰后，苏然看到熟悉的人时，2人大眼瞪小眼，却又很默契地装作不认识。沈剑川确实没有想到会再遇到苏然前辈，但前辈不想别人知道他，沈剑川也只是和他对视一眼就收回视线。这次天照宗长老带着他过来，也是为了历练他。虽然他不是长老的弟子，但其实和亲传弟子也没什么区别了。再加上沈家擅长炼丹，对于这个镇子的情况，也需要考虑是不是中毒之类的。苏然坐在客栈门口，看着沈剑川给那些镇民诊脉，又听着旁边站着的几个妇人在讨论昨晚的事。希望以后别再出现这种事了。你是不知道，我这1年总感觉过得浑浑噩噩的，好像有个人在帮我活一样。另外一个妇人也点头。谁说不是呢？那些话都是我说出来的，但我总觉得不是我说的。以前不觉得有什么，今天睡醒后，整个人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苏然看着他们脸上劫后余生的表情，略微有些触动。自己顺手解决的事，却帮助了很多人。入夜时，沈剑川偷偷来找苏然，想询问这个镇子里那只魔族的情况。可他刚要敲门时，有事请输入灵力，无事请回。沈剑川看着这串字就有些无奈，谁没事会来这里啊？肯定是有事。不过他还是乖乖对着文字输送了灵力。若是急事，请留言；若不是急事，天亮再来。沈剑川盯着这又出现的文字往屋里看，他能感受到屋里的人确实在熟睡。很显然，苏然前辈知道晚上会有人来找他，所以才刻意留言了。他不知道这灵力会不会回答他的问题，但他还是把自己的疑惑留下了。不到瞬间，他的面前又浮现出了文字：不是故意的，主要还是因为吵到我睡觉了。那只魅魔已死，不用担心。沈剑川看着这些文字，心中有些震惊。前辈还在熟睡，但他设下的灵力就像是他本人一样，可以回答自己的问题。于是沈剑川就在门口自娱自乐起来。前辈，你这是什么？怎么能回答我的问题？沈剑川把自己的问题用灵力输送进去，于是立马就有了回答。人工智能。沈剑川盯着这4个字，每一个字他都认识，怎么组合在一起他就看不懂了。但从这一点，沈剑川就知道前辈的实力绝对不是炼气期，说不定是从上界下来的也不一定。等第2天苏然睡醒后，就感觉到半夜有人触动了他的自动回复。他打开一看，发现竟然有上百条记录，都是沈剑川那小孩问的。苏然点开录像瞧了一眼，前3分钟是认真询问情况，但后面5分钟是觉得好玩，大半夜不睡觉在他门口玩了起来。苏然关掉聊天记录起床，天照宗那边派了不少人过来，毕竟要为每一个镇民清除脑袋里的魔气，工程量自然也很大。苏然原本是想走的，毕竟现在也没什么事了，可哪知天照宗的人也要来帮他清除脑袋里的魔气。看着对方一脸愧疚的模样，苏然也不好拒绝。这个镇子的事真不怪天照宗，明明这些人和天照宗的人非亲非故的，他们却满心愧疚。待治疗结束后，小姑娘就离开了房间。苏然起身趴在门口，看着小姑娘去找另外一个人清除魔气。这一套下来消耗的灵力也不少，果然入宗门需要一定的奉献精神，苏然肯定是做不到的，谁会为了糊口的工作去拼命啊？反正他是不会。
中午时，苏然退房准备离开，小二笑眯眯地送他出门。虽然说这位客人和他们能恢复正常生活可能没什么关系，可自从这位客人入住他们客栈，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能晚上睡好觉，白天认真当差，小二自然是很乐意的。苏然见小二客气地送他出去，就忍不住调侃：以后接待客人时可别打瞌睡了。小二听到这话，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一笑：那肯定，客官慢走，希望以后再来。苏然没回答，他下次来，这小二还能在这家客栈当差吗？沈剑川准备回宗门前又来找苏然，可他来晚了，苏然已经离开了。小二也没想到沈家的少主会来找那位客官。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了，仙长可是有什么事？无事，走了就走了吧。沈剑川摆手，他嘴上是这么说，可人却往外走。半个时辰，不知道前辈走多远了。他顺着镇子北边快速赶去，但没走几步，就看到蹲在路边逗狗的苏然。苏然见沈剑川急匆匆地赶来，就拍拍手站起来：前辈，这次的事麻烦您了。沈剑川双手作揖，给苏然行礼道谢。苏然手一挥，一道光芒就落在了沈剑川面前。我确实对于沈寂的事了解不多，当年他是天照宗掌门亲传弟子，而我只是负责打扫后山的外门弟子，交集确实不多。之后我因为天赋不济，离开天照宗后几乎没再见过了。这个是沈寂和我说的话，但因为太多了，我没看过，我太印了一份，你自己慢慢看去吧。沈剑川看着手中的灵力书页，心中很激动，这是关于继尊者的东西，是他向往之人的东西。多谢前辈。沈剑川送走苏然，就立马招来宗门行车，坐上回宗门。苏然站在路边看着天照宗的方向，随后收回视线。他一边走一边翻沈寂留下的聊天记录，果然全都是废话。清水镇有家铺子的烤鸡特别好吃，跟你烤的不相上下，要是你路过可以去试试。苏然扫了一眼自己的回复，等我不忙可以去试试。时间是1012年前，也就是他离开天照宗的第2年，但现在都过了1000多年了，谁知道清水镇在什么地方啊？苏然觉得他的人工智能回复系统还有欠缺，一定要改进，比如留言时间和地址，这样找人也会容易些。苏然算是一个行动力比较强的人，只要他想做，那这件事就不会拖着。傍晚他寻了个桥洞住下后，就开始改善他的人工智能回复系统，可以实时记录使用者的所在地，但这个世界没有卫星，他也无法实时定位，果然还是需要造一个灵力卫星。有了想法，苏然就开始组合阵法了。想要像卫星一样，那自己这个法术就需要在高空围绕整个修真界旋转。只是一般情况下，带术法的东西路过宗门上空时最容易被发现，所以就需要隐匿术法。可隐匿术法他不擅长啊。苏然的科研因为不会隐匿术法而遭遇滑铁卢，他把研究到一半的组合阵法往储物空间里一塞，但这时他感觉到了魔气，随后他反应过来，这是那只魅魔死后弥散的魔气。为了防止他复活逃跑，苏然将魔气全都收集起来塞进空间里了，因为他可以确定这个世界上最密不透风的地方就是他的空间。虽然苏然设想过这只魅魔会不会假死，比如化作一缕烟消失，或者重新修炼成型之类的，现在看着这团在他空间里乱窜的魔气，他就知道自己那么多动漫不是白看的，这只魅魔真的没死。特别是他感觉到自己气息后就吓得到处乱窜的样子，苏然直接进入空间，一把抓住那团乱窜的魔气，把它捏成人形。说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还活着。那个小人在苏然面前晃了晃，随后停下来开口：我是真的死了，并且确实消散了，是你把我收集起来放在这个充满灵力的地方待着，我也是刚苏醒的。苏然盯着他，真的。魅魔立马发誓，千真万确，饶了我吧，我真的没有杀过一个人，要是我说谎，就让我瞬间消散在这天地间。苏然勉强相信了他的话，毕竟隐匿幻术最忌讳血气。你叫什么？海慎，海市蜃楼的海慎。苏然又问，你擅长幻术，那隐匿术如何？这海慎的隐匿术确实很好，至少在海慎主动出现之前，自己确实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那当然，连魔王大人都称赞过我的。海慎开始得意，只是话才说完，他就被拍了一巴掌。苏然不擅长隐匿之术，现在有了海慎这个行家在，那他的计划就可以实施了。真是瞌睡有人递枕头，做好事有好报啊！苏然确定海慎的术法有用，就让他在自己研究的那个术法卫星上施加隐匿术法。海慎摊手，我现在这样，别说是隐匿术法了，就连最简单的术法都使不出来，能活着已经是奇迹了。那要多久？苏然也知道他刚复活，确实需要重新修炼，时间什么的他倒是不急。海慎盘腿坐下，3、5年也可能，3、500年也可能，不确定。要是苏然放他出去，那他顶多3、5年就能修炼回来了。
可苏然不放他出去，真要用灵力硬修，那要300-500年。苏然闻言不说话，就盯着他。海参被盯得有些后背发麻。我是魔族，修炼自然是要魔气，要是能回到北境魔城，不用半年我就能恢复。只是现在的魔城，整个修真界的修士都无法进去吧？苏然盯着海参，他的想法自己全都知道，这里可是他一手创造出来的空间，里面所有生物的想法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更不要说这海参还是用自己的灵力活着。他不说话，就听着海参在那里幻想，因为可以从海参的想法里知道更多关于魔族的事。苏然和海参商量道：你要去魔城也可以，不过咱们需要签订一个劳动合同，这可以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黑心老板，只要这颗灵力卫星能运行，那以后也就不需要你了。海参听到合同2个字有些疑惑，他不知道这是什么。苏然手一挥，就出现了2张灵力化作的纸。咱们1式2份，以免以后扯皮。我送你去魔城恢复，你负责帮我的灵力卫星附上最强的隐秘术法。海参也没想到这个小姑娘人还真不错，竟然愿意送她回魔城。苏然也没想到海参这么随意就签了，甚至连毁约赔偿都没看。苏然手指一抬，后面的毁约赔偿就出现了。海参，你翻页看看，后面还有1页呢。若是任意一方没有做到合同上的内容，那就原地升天。海参根本不在意，没事没事，不就是最强的隐秘术法吗？包在我身上了。苏然看着这只魅魔还挺好拿捏的，他说的是最强的，并不是某个时间最强的。只要海参的修为上升，那他的隐秘术法就会变强，就还需要帮他加强卫星上的隐秘术法，可以说是无限续杯。苏然把1份递给他，这份你拿着，这份我收着。至于什么时间完成这个内容，一人一魔都很默契的没有提。苏然以后肯定是要活很久，灵力卫星也绝对会迭代的，当然还需要海参施加隐秘术法，所以绝对不能设定时间。海参觉得一个人类再如何也活不过他们魔族，要是这个苏然出了什么意外死了，那这份合同也就作废了，并且100年对他来说不过弹指一挥间。就这样2个不在意时间的人和魔，默契的不提这份合同的时间，只要他们一直活着，那么合同就一直生效。苏然从空间出来，趴在灵力铺出来的平台上，看着河里的水和鱼。清水镇在哪儿啊？那儿的烤鸡真的那么好吃吗？第2天天一亮，苏然就收拾准备出发。他逢人就问清水镇在什么地方，但问了许多人都说不知道没听过，这让苏然有些难办，谁都不知道清水镇在什么地方。途中路过一个村子时，苏然看到一个老太太坐在树下的石头上，他也过去坐下。老太太倒是热情，说着她听不太懂的方言。大妹子，我跟你说，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很久以前从别处搬来的，那个时候魔将从天而降，一整个村子瞬间死的只剩下10几个人，可没人信啊，如今的村子里没人信。苏然低了声音询问，姐，你怎么知道的？不是很久以前吗？梦见的，我那个时候才15、16岁，梦到了漫天大火横尸遍野，都是死人。麻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开始抱着脑袋嚎哭。苏然看麻姑这样，就立马用灵力安抚她。片刻后，麻姑整个人都冷静下来，甚至比平时都要清醒很多。而她看到苏然时也是一愣，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坐在这里。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苏然，随后起身离开。苏然看着她离开的背影，直到麻姑消失在村口，才收回视线。麻姑的话真假不确定，自己想问的也没问出来。坐了一会后，苏然背上自己的竹篓，准备再找个人问问，至少问一问这个村子的人是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思来想去，苏然决定去找村长。他找了路边的小孩，让他们带自己去村长家。小孩很开朗，说他们刚刚看到苏然和麻姑婆婆说话，他还是第一个能和麻姑婆婆聊天的人。苏然笑眯眯地拉着其中一个小姑娘的手，听着他们叽叽喳喳地说起自己的事来。等到了村长家，苏然拿出一包糖果来给他们分着吃。你们几个小崽子怎么敢乱吃别人给的东西，也不怕吃出问题？一个30来岁的女人从大门内出来，瞥了一眼就叫住了那几个孩子。苏然连忙解释，我没恶意，这些糖果更没毒。女人见苏然这个说，就看向那些孩子，这个姐姐是好人，前一会儿还看到她和麻姑婆婆聊天呢。因为她要找村长，所以我们就带她过来了。小姑娘拿着糖果开口解释。村长知道苏然的来意后，就让孩子们去玩，然后带她入了院子。村长家看着还是比较富裕的，院子里也很整洁漂亮。院子的石板路两边种着不少花。坐下后，村长问向苏然，你找我做什么？苏然也不遮掩，直接问了自己想问的问题。其实我找村长是想问一问，这个村子以前是从别处搬来的吗？村长也没有想到这个小姑娘竟对他们村子的由来好奇。虽然说是搬过来的，但都近1000年了。至于以前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或许你看了村长手记会知道。只是你要告诉我，你想知道这个村子的前身做什么？苏然老实回答，我要找一个叫清水镇的地方，不过也是1000年前的镇子了，所以想知道有没有什么线索。村长听到清水镇3个字时，脸上出现了一丝疑惑。
他觉得有些耳熟。村长想了想，说道：“刚好那些手记已经很久没有整理了。仙长若是想知道这个村子的过去，可以自己看，当然也要帮忙整理保存一下，可以吧？”苏然虽然知道自己在这个修真界就是个打工的命，但没想到1000年前打工，1000年后还打工。苏然从储物空间拿出椅子坐下，接着开始翻阅初代村长的手记。手记内容写的是他们所生活的城镇遭到了魔王座下魔将的屠杀，原因是他们镇子曾经救助了一个修仙者，而那个修仙者就是捅了魔王的人。苏然看到这有种不祥的预感，甚至有些不敢翻页。1000年前捅了魔王的人，除了沈寂还能有谁？这个镇子的人就因为帮助了沈寂，所以遭到了魔族的报复。那这些人不会因此恨上沈寂吧？只是他翻页看到下一句时，却让苏然脸上出现了一丝错愕。第一句是后人不可责怪沈寂仙长，杀了自己族人的是魔族，即便没有沈寂仙长，魔族也会乱杀无辜。苏然还是觉得自己格局小了，比如他是这个镇子的人，要是自己的亲人因为一个他们曾经救过的人而遭到杀害，他觉得自己不可能不去迁怒这个人。苏然再往后看，当时被魔族屠杀的镇子不止他们这个，隔壁几个镇子更是被杀的一个不剩。至于他们这个镇子能活下来10几人，也完全是因为沈寂，若不是沈寂仙长当初留下的一道阵法，他们这10几人也难逃一死。当然这个阵法其实只是一道流言，却因为施展者强大的灵力挡住了魔族的攻击，所以他们能活下来也是因为沈寂仙长，并且仙长的流言一定要让后人流传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那人就听到了。苏然又翻页，在看到那一句留言时，后脑勺掉下一滴汗，果然是给他的。苏然，我去扬名天下了，记得来吃烧鸡，真的特别好吃。这种留言真的有必要让后代记下来吗？苏然有些无奈，镇子都没了，他上哪儿去吃烧鸡啊？不过苏然知道，这个留言估计也就只有他看得懂了，因为这是苏然教沈寂的火星文。他看完后又翻了翻后几代村长的手记，发现都是一模一样的内容，除了这一段话外，剩下的无非就是告诫后人一定要牢记这段内容。待村长进来时，苏然已经翻到他爷爷那一代的手记了。仙长可看得懂初代村长的手记？因为文字的改变，我们已经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了。能看懂。苏然没瞒着村长，把上面的话念给了他听。村长指着那句火星文问苏然：“那这一句呢？和别的字看上去也不一样。”苏然脸色略微尴尬，这应该是别人的暗号吧？我也看不太懂。村长瞥了一眼苏然，也没有深究其中的内容。初代村长的想法和他们后来者不谋而合，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深究村子为什么没了也没有意义。村长想了想，还是想问一问苏然关于麻姑的事。仙长，麻姑的情况你能治吗？其实麻姑年轻时还有清醒的时候，只要她不发病，人还是很好的。若是可以，村长想要麻姑在最后的一段时间内能清醒的活下去。苏然也没有想到村长会让他帮忙治一治麻姑的病。麻姑的病说是病症，不如说是心魔。他身为一个1000年后的人，却梦到了1000年前村子被毁灭的情况。1000年前和现在的情况还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的人族每天都要面对魔族进攻，说不定睡一觉就再也醒不来了。因此苏然这个在宗门打工的人是真的很忙，内门弟子负责战斗，他们外门弟子负责收尾，自然是见多了浮世万里的场面。可作为一个10几岁生活平凡的人，梦到那样的场景，被吓坏了也能理解。苏然老实回答：“能治，只要封存让他害怕的记忆就够了。但我建议不要这么做，若是心魔太重，封印也会松动，最后他还是会记起让他精神失常的记忆。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会让对方的病情加重，找个人多陪陪他就好了。”苏然说完这话，拿出了一小瓶药丸递给村长，只要每3天让他服用1颗，也能稳定他的精神。苏然说着又写了一封手信给村长，要是实在是想治好麻姑，可以带他去龙玉城沈家找沈家少主，把这个给他看，他会帮忙的。村长闻言对苏然的语气尊重了不少。是，多谢仙长。既然这个村子的前身就是清水镇，那他就问了村长，这个村子以前的旧址在什么地方？村长想了想，还是把当年的地图给了苏然。这张地图是历代村长一直保存下来的，是初代村长的遗物，上面标记的地方应该就是以前镇子所在的地方。多谢了，我正需要这个。苏然开心地收下地图，但他刚出村长家，一个年轻的女子就冲了过来。村长一看到这个女子，立马就知道她要做什么。火丘，你又要做什么妖？霍丘双眼止不住的向往。村长，我听说村里来了一位仙长，仙长似乎要北上，我想和仙长同行，是让我爹妈也不用担心我的安全了。苏然看着眼前的两人一人一句，大概清楚了这个霍丘想做什么。原来麻姑就是霍丘的姑奶奶。霍丘3年前从麻姑嘴里知道了
他们村子里的人都是从北境搬过来的，结果15岁的小姑娘就偷偷要去北境，在路上被魔兽攻击，差点死了。这2年也是因为旧伤未愈，所以一直不得出家门。今年终于可以下床了，但还是不放弃要去北境，就跟着魔了一般。苏然当然不太想带着一个凡人跟着，可要是放着他不管，他还是会一个人跑去北境吧。上次是运气好遇到了修仙者，这次要是没人管他，说不定就真的死了。苏然举手打断2人的争执，我有个折中的办法，不知道霍秋姑娘愿不愿意听我说。霍秋和村长同时看向苏然，我确实是要去北境，若是霍秋姑娘愿意，我可以传消息回来给你。若是想看北境的样子，我也可以给你看。我要如何看？霍秋听得一愣一愣的，苏然掏出一个金属小碗来，有镜子吗？用镜子的效果更好。苏然有些不好意思，这个也是当时他灵机一动搞出来的，不过后来也没有要和哪个凡人通话的想法，就没更新。版本还是800年前的版本，但用来看一些画面也足够了，和现代的视频通话差不多。虽然这些年有了叔叔这个朋友，但叔叔就住在山下，要等对方接通视频的功夫，他都坐炕上了。霍秋从家里找来了他的铜镜，苏然就在铜镜上鼓捣。村长和霍秋就看着这位小仙长不断画着什么，一边画还一边嘿嘿笑，看着有些瘆人。当苏然说好了之后，霍秋又很郑重地接过来，并且把之前那个小碗还给了苏然。苏然提醒霍秋道：“我的动作有些慢，别太着急，就是好好生活，多陪陪你姑婆。”霍秋当然是应下了，1年2年都能等，就算再慢，在他临终前总能看一眼那个让姑婆产生梦魇的地方吧。苏然离开后，村长看着霍秋那有些不舍的样子，就伸手揉了揉他的脑袋。好了，别多想了，等仙长给你传递消息吧。村长知道霍秋想看一眼北境里的清水镇，也是因为心中的执念吧，那已经不是影响麻姑的梦魇了，甚至开始影响霍秋了。此时村长真的很感激这位小仙长，因为有他霍秋才不至于走上麻姑的老路。想到这儿，村长才意识到他都没问过这个小仙长叫什么名字，这让他忍不住打开看一眼仙长留下的信，上面应该有仙长的名字吧，但当他打开一看，脸色就有些绷不住。小沈同学，帮忙给人看看病，我介绍的。村长抓狂，这种留言谁看得懂啊？他们不会是遇上神棍了吧？村长把仙长介绍人帮忙给麻姑看病的事和霍秋说了，此时也是想要问一问霍秋的意见。霍秋思考后，就让村长代写一封信，连带那位仙长的留言也一并寄了过去。在第4天傍晚，一辆宗门行车停在了村子门口，而另一边，苏然离开了这个小村子后，又一路往北。在他晚上停下来休息时，苏然问了近1000年前带领魔族攻击人族的魔将是谁，像是这种疯狂的魔将，现在应该死了吧？海参一听苏然在打听奎明大人的事，还说奎明大人是不是死了，就立马反驳：奎明大人还活着呢。苏然又给了海参一锤头，而后又继续追问关于叫奎明的魔将。没想到他真能活啊，逃过了审计又逃过了沈之无，运气真好啊！这是什么天选之子？这是一个女频仙侠文，总不能出现一个反派男主吧？不过好像反派男主也挺流行的。苏然努力回忆，想要找到这本书的作者是不是写系列文的，但很可惜并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这个作者的记忆。海参看着苏然，一会儿眼睛亮亮，一会儿又闭眼沉思的样子，有些疑惑。你这是在做什么？苏然摩挲着下巴。你家奎明大人长得应该很不错吧？魔族的审美也确实很在线，就算是普通的小魔，长相都是非常端正的。当然，我们奎明大人的俊美岂是人族可以比较的？海参骄傲，即便有他也不承认。说到美貌，3年前那个飞升的修仙者美貌倒是惊人，他鲜少见过人族有这般长相的，像是面前这个小姑娘就长得很一般。海参的心里话被苏然听到了，虽然自己确实长得一般，但被一个连5官都没有的魔在心中吐槽，他还是很想打人。行了行了，知道了。苏然翻个身，趴下躺了一会儿，忽然就听到远处有人叫救命，他立马竖起耳朵。有人叫救命吧？对啊，有人叫救命，4只魔兽，大概3个人，应该是修仙者吧？海参语气轻快，完全不在意那些修仙者是死是活。苏然一听海参的话就出了空间，朝着声音的方向眯了眯眼，这才背起自己的小贝勒跑了过去。那3个人看着飞扑过来的魔兽，感觉已经快看到太奶了，结果一个身影冲过来，精准地撞飞了4只魔兽。赶上了赶上了，魔盒我来了。那3个宗门弟子坐在地上大口喘息，回过神来才看向魔兽飞出去的方向，对方速度很快，甚至都没看清楚对方是人还是什么。能一次撞飞4只魔兽的，他们都不敢想是什么生物，若是敌人，那他们还不如被魔兽给吃了算了。只是等他们走过去时，4只魔兽已经被开膛破肚，脑袋里的魔核已经不见，其中1只长角的魔兽连皮带角都拿走了。对方速度很快，此时已经没了任何踪迹，但他们知道自己得救了。10几里之外，苏然蹲在水沟边洗手，还好他速度快，那几个人也不敢贸然上前。虽然魔兽已经被那3个人伤到，但他并不打算和那3个人分。洗完手，苏然忽然感觉到有人过来，他起身躲到了树后，
几个穿着绿衣的宗门弟子飞快掠过，在看到对方的衣服时，苏然瞬间认出了对方的工作服，这是仙音宗的弟子。仙音宗是主风系术法的宗门，擅长追踪和快速战斗。苏然看着那几个仙音宗弟子过去的方向，刚想走，却忽然脚步一顿，而后朝着那几个弟子消失的方向飞奔过去。真是欠仙音宗的。苏然飞快超过了那几个仙音宗弟子，那3个宗门弟子刚劫后余生，一股强大的魔力就瞬间压了过来，让本就受伤灵力枯竭的他们剧烈咳嗽，魔气正在腐蚀他们的丹田和经脉，那些黑气逐渐汇聚成一个人形。男人一头紫发无风自动，他把玩着手上的黑色戒指。就是你们几个杀了本座的宠物？错了，是老娘杀的。就在男人准备动手时，忽然一个人影闪了过来，翻身一脚就直接把他踢飞出去。苏然看着飞出去的真魔，迅速追去，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时，又是一脚踹到了山壁上。那只真魔也没想到，竟然有人能在他完全反应不过来时攻击他。作为一方魔族领主，他还是第一次结结实实的挨了人2脚。真魔嘴角勾起，发出了霸道总裁的发言。没想到如今修真界还有这么有趣的角色。苏然忍不住问海参：“你们魔族都是这种货色吗？”海参盘腿坐着，被苏然这么一问就想要解释，可一想到魔王大人还有那些魔将们，一时间不知道要怎么反驳。毕竟魔族从未把人族放在眼里过。对于海参的沉默，苏然算是清楚了，魔族真的都是这样的货色。苏然不搭理这只真魔的话，上来又是一拳，这一拳直接砸断了他的手，将他整个人打飞了出去。海参此时终于用别人的视角看到自己是怎么被那一拳砸飞的了。苏然的攻击太过原始，根本没有章法，想要按照常规和仙门弟子战斗的方式是错误的，要选择像和野兽战斗的方式来战斗会更好。而苏然听着海参的心声，后脑勺掉下几滴汗来，就不能比点好的吗？把他和野兽比，倒不是他攻击没有章法，而是在那些宗门根本就没学到什么东西。他作为外门弟子只能自学，可他哪有时间修炼啊？每天除了去帮仙门收尾打扫园舍，还要出远门去给宗门弟子收尸，每个月让他坚持下来的就是那些银子了。现在竟然说他是野兽。苏然上去又给那只真魔一拳，那真魔也忽然感觉到了苏然对他的恶意，只一瞬间真魔就决定逃走。他们魔族又不是修仙者，明知道打不赢还要硬扛。苏然看着在他眼前化作黑气消失的真魔，头顶闪过一个问号，他并没有得手的感觉。刚刚那2拳他也不是下死手，以真魔的战斗力不至于打死了。是分身了。海参提醒苏然，他忽然就知道苏然的弱点是什么了，那就是苏然对高级魔族的技能并不清楚。苏然被海参猜到了弱点也不在意，以前确实没时间来研究魔族，但对于魔兽的了解他还是很懂的。苏然非常理解现代时看到的《山海经》了，因为他也搞了一本差不多的，上面记载了魔兽的种类和值钱的东西。至于高级魔族，他也只是在入仙门时受过一些基础培训，看来以后确实要恶补一下高级魔族的战斗方式了。这真魔分身受伤，本体应该也有影响，短时间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了。只是仙音宗的弟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仙音宗距离天照宗近3000里，应该在更南边才是。苏然想到这儿，就鬼鬼祟祟地跑回去看那些仙音宗弟子。怎么说自己以前也是仙音宗的弟子，也受过仙音宗内门弟子的照顾。那时是他穿到这本书里的第2年，也是第1次生病，病得他都快爬不起来了。是个仙音宗的内门弟子喂他吃药，用灵力帮他调理。等病好后，他想要报答这位师姐时，师姐却笑着说都是同门，自然是应该帮忙。你们3个没事吧？带头的少女看到躺在地上的3人，连忙上前。3人此时很是虚弱，但好在已经清醒过来。师姐，我们没事。少女环顾一圈，确实只看到他们3个人，不用想，别的几个人已经死了。是我判断失误了，我的错。少女说完这话，就让剩下几人带3个受伤的弟子先回去。师姐，这里很危险，刚才那么强的魔气，说不定是真魔。其中一人见他要留下，很担心。刚刚他们感觉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气息，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再次出现。少女笑了笑，不用担心，我只是稍微看一看而已，你们先回去，要是有危险，我会立马撤退。那些弟子也不再劝少女，毕竟他们的师姐是仙音宗内少有能把风系术法运用自如的人。半个月前，仙音宗3位长老忽然被杀，他们根据踪迹寻到了这个地方。少女此时往前走了段距离，她记得自己隐约听到了些动静，那真魔的气息绝对不会错。可那魔气为什么会忽然消失？魔族可不是会手下留情的物种，肯定是有什么阻拦了。那3个师弟此时也说不清楚情况。少女又往山壁那边扫了一眼，但并没有深入，等白日再来查看吧。苏然蹑手蹑脚地跟着少女去了那个小镇。仙音宗不远千里来这个地方，绝对有问题。他欠仙音宗一条命，
是时候该还了。虽然迟到了1000年，但那位师姐应该不会怪他的。苏然在他们居住的客栈也开了间房，虽然那些仙音宗弟子的房间有隔绝术法，但在他面前完全没用。他一进房间就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虽然这个动作不用做，但这样会显得偷感重一些，毕竟是偷听。一开始少女询问三人遇到了什么，之后就是那个真魔出现，三人说隐约看到一个人救了他们，只是那个人是谁，他们没看清楚就晕过去了。我就说那只真魔不可能就此罢手，不过既然有高人相助，你们就好好休息。长老被杀之事你们不用管了，伤好一些再回宗门去。苏然听到仙音宗长老被杀，眉头蹙起。长老都是金丹修为之上，特别是仙音宗长老怎么说也是金丹巅峰或元婴修为，这竟然被杀了，难不成是那个真魔下的手？可如今宗门因为沈之无的原因还热情高涨，魔族不应该在这时对宗门动手才是。苏然偷听完毕后就和海圣沟通，想要更好的知晓魔族的想法。那问魔族最简单，不同生物间的想法是无法理解的。海圣见苏然问自己魔族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攻击修仙者，也很疑惑。魔族做事从不问原因，都是想做就去做了，哪来那么多原因？海圣摇头晃脑的，觉得苏然问这种问题就好笑。苏然了解这些东西后就点点头，原来魔族真是按照自己喜好做事的种族，还真是唯我独尊，只要我自己开心就行，别人就算是死也可以。苏然有些佩服魔族的做事风格，不过以这种做事风格还不乱的，这魔王可真牛批。苏然在这个小镇上待了2日，也跟踪了这个小姑娘2日。小姑娘让其中1人护送3个受伤的人回仙音宗，她则带着剩下的4人继续留在这里调查。经过2日的跟踪，苏然也知道了对方的名字，君传。君这个姓氏，苏然上次听到还是仙音宗照顾他的那位师姐，2人也就只见过几次，但苏然对君妙师姐很有好感。虽然说这种话不合适，但他确实在君妙师姐那边感觉到了母爱。一想到这，苏然还有些不好意思，人家也没比自己大几岁，自己竟然想叫人家妈，这要是让人知道了，估计会骂他是神经病。在第2天晚上，苏然拦截并拓印了一份仙音宗传来的消息，上面是仙音宗掌门给君川的内容，让君珠速速回宗门。如今事情牵连太大，西海一个宗门被屠，已经不是仙音宗能瞒着的地步了。苏然躺在床上看着信上的内容，看来那只真魔还真闹出大动静了，难怪这么拽。他放下信件又跑去偷听。君转虽然愿意回去，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明明都已经快找到那只真魔的踪迹了，却只能被迫放弃。可他也知道，要是自己真的再去找那只真魔，也只是带着同门去送死而已。君转犹豫之后，还是选择撤退。当夜5人就退房走了，苏然倒是没有跟着走，吃瓜也不用吃这么麻烦。再者，他欠仙音宗的已经还了，仙音宗弟子救他一命，他救仙音宗弟子好几命了。苏然在这个小镇又住了1晚，第2天早上才退房离开。虽然宗门并没有打算瞒着其他宗门，但看普通百姓的样子，应该还不知道真魔屠杀宗门的事。苏然只是去铺子里稍微询问一下有没有地图，结果掌柜噼里啪啦拿出一大堆，甚至有些还落灰了。店家把这些地图吹得天花乱坠，苏然拿着那些地图挑挑选选，选择了整个修真界的地图。掌柜见苏然拿那个全貌地图，就觉得这小姑娘不识货，买地图肯定是要买最详细的，谁买这种模棱两可甚至看不懂的地图？修真界多大，这个世界多的是，连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县都走不出去的人。真要全修真界的地图，要么是修仙者，要么是个傻子。但人家修仙者有属于自己的地图，也用不上凡人的地图。这掌柜虽然在心中吐槽苏然，可脸上还是笑眯眯的给苏然介绍。苏然不在乎掌柜想什么，拿了地图给了钱就走。他寻了个树下坐着，开始用灵力绘制大概的区域，并且把自己这段时间所看到的地方都绘制下来。看着细化了一小块的地图，苏然忽然觉得转变整个修真界好像也不错。当然要去也先放放，他先去北境清水镇，然后去魔城看一看审计，之后再去到处转悠转悠。中午他又启程北上，走了几日，到了一个大一些的城市。苏然就把除了自己能用的魔盒和魔兽角留下，剩下的东西都卖到商会里去了。苏然卖东西时，柜台小姐见苏然拿来的都是上好料子，就指了指商会大厅滚动播放的一些任务。这位仙长有没有兴趣接一些任务啊？我们商会在整个修真界都有分店，你到任何一个商会都可以交接任务。商会的兴起是在100年前，有人发现一些宗门弟子身上没什么银子买法器，并且那些魔兽的魔盒和兽皮在贵族中卖的又特别好，于是第一个商会就诞生了。经过100年的发展，现在整个修真界有10几个商会，但最大时间最久的得还是万海商会，甚至连一些距离森林比较近的镇子也有他们的商会。再加上这3年散修多了不少，让他们商会赚得盆满钵满。苏然听到那小姐姐的话，就看向了那滚动播放的任务。最困难的是活捉高级魔兽。
苏然不清楚捉活的回去做什么，总不能是养着看吧。想到这，苏然小声问那个小姐姐：“姐姐，捉活的魔兽做什么？那些贵族也没办法控制吧？”苏然是真的好奇，控制不住，这魔兽可是会吃人的。放心吧，这是我们商会所属的斗兽场需要的，有专门的仙长落下兽索，不会伤人的。小姑娘也小声回答，这种事情也不算是什么秘密，那些有钱人特别喜欢看魔兽战斗，然后还下注。苏然又忍不住问：“那抓一头高级魔兽多少钱啊？”柜台小姐本来是想让苏然接一些初级或者中级的任务，但看他拿来的皮料和魔盒都是中级魔兽的，想来也是有手段的。抓一只高级魔兽，最低10万两银子起步，上不封顶，特别是风系魔兽价格几乎都是100万起步。风系魔兽不只是速度快，警觉能力也比别的魔兽要高不少。50年了，整个修真界还没抓到过一只高级风系魔兽。苏然听到100万银子起步的时候，眼睛都直了。他1000年才存100万，这抓一只高级风系魔兽就100万，有这种好事怎么不早告诉他？苏然选了一个中级任务，做人还是要低调，不能一来就给人掏出一只高级风系魔兽，不然吓到人家怎么办？他这次带来的东西足足卖了2000两银子，这倒是让苏然有些意外，因为以前他是卖不到这个价格的，就知道那些人看自己不起眼的样子就来骗自己。他拿了银子就转身离开。虽然他确实不缺钱，但打造灵力卫星需要的东西也挺多，剩下的都可以卖给商会。但苏然也没有想到，他一刚出城就被打劫了。这些人从商会大门口就一直跟着他了。苏然虽然知道这些人有问题，但也没有在意。可当他们真的跳出来打劫时，苏然还是有些紧张的，因为这是他活了2辈子第一次遇到打劫，其中有2个是筑基期，看来是散修，就因为自己看上去比较弱，所以来打劫自己吗？小妹妹赚不少钱吧？只要你分1半给我们，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带头的男人一脸笑地看着苏然，就好像他说的是什么好话一样。你们要打劫啊？哪里的话，咱们都是散修，互帮互助。我们家里老母亲重病，需要银子治病，等我们有钱了就还你。男人说的一脸真诚，旁边几个人也连连点头附和。苏然还以为他们能说出什么比较新颖的话呢，结果还是这些老套的。他也不愿意再和这些人周旋，直接一拳打晕了凑到他面前的男人。周围几人看到自己的大哥被一拳打晕都吓到了，他们大哥可是筑基期修为，竟然被一个炼器给打晕了。好啊，竟然敢打人，这次就要赔医药费了。另外一个筑基期的修士立马开口，现在要钱算是合情合理了吧？苏然是真的没想到他们的脸皮可以厚到这个程度，碰瓷都碰他身上来了。就是，哪有打了人不赔钱的？剩下的几人也跟着瞎起哄，甚至他们觉得自己大哥的演技太好了，晕倒的样子跟真的一样。要医药费是吧？行，我给你们。苏然并不是一个坏脾气的人，既然对方要医药费，他就给呗，反正人确实是他打伤的。他掂了掂手上的储物袋，随后直接把剩下的几人也打得爬不起来。看着躺在地上喊疼的几人，苏然瞥向那个吓傻的少年，来，医药费拿好了，记得找个医术不错的大夫。苏然扔下1袋银子之后，又交代那个小少年，年纪不大不学好，竟然跟着小混混打劫别人。少年看着苏然扬长而去的背影，又看看晕了一地的人，他想都没想，抓起那个钱袋就跑。这些人的死活和他有什么关系？反正人又不是他打的，自己拿了这些银子就可以带娘去大城市，永远和这些人断了联系。傍晚时刻，苏然找了个山壁歇下，手里还在搭建灵力卫星的框架。虽然用纯灵力确实可以制造卫星，但灵力没有媒介就会流散，不出3-5天，这灵力卫星就会消散，因此就需要一些媒介来维持灵力。其实用人类的丹田是最好的，但苏然不可能为了一个灵力卫星就去疯狂掏别人丹田丸，因此魔兽的魔盒就成了替代品。魔盒不只可以作为阵法的阵眼，更可以成为储存灵力的东西。换成现代人听得懂的话，就是充电宝。其实修真界也有属于修仙者用的充电宝，就是灵石，但灵石昂贵，还是一次性用品，放在储物界以外的地方，那灵力还会缓慢消散。苏然发现这些修仙者真的只会死修仙，根本不考虑战力以外的事。虽然苏然来到这个修真界时还是有些不适应，但这段不适应也就是不适应，没有网络手机的生活。可如今他觉得要是自己回到现代还更不适应了，因为他觉得灵力比任何东西都好用，只要发挥想象力，灵力便无所不能。就像是刷剧这种事，只要有灵力也是可以的，因为灵力可以把脑子里的画面具象化。不过无论是魔族还是修仙者，都称这种术法为幻术。想到这，苏然就把飘远的思绪收回，认真搞这个魔盒。其中存灵力最好的魔盒是土系魔盒，但自己卫星更适配风系魔盒，这就让苏然有些为难了。自己要找一只风土双系的高级魔兽才行。可魔兽和人族不一样，人族可以双系，但魔族和魔兽以及灵兽都是单系天赋，也就是说，不管是魔兽还是灵兽，都不可能存在双系天赋。苏然在土系魔盒上施展风系阵法，但效果达不到他想要的程度，反
反过来也一样。海参这是第一次看到苏然抓狂的样子，还蛮好笑的。不过这小姑娘到底要做什么？看着那一地的魔盒和那些漂浮的阵法，并没有任何攻击力。大人，您这是要做什么啊？也跟我说说呗，说不定我能提供办法。怎么说，术法本就是魔族擅长，你们人族后学去的。海参现殷勤似的开口，虽然海参觉得人族肯定是不会相信他一个魔族的，但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要是苏然这卫星什么的能早点弄好，他也能早日放了自己不是。听到海参的话，苏然有些意外，没想到魔族竟然会帮自己，他还以为这海参要和自己比命长呢。我想找一只土风双系的魔兽，然后挖它的魔盒。海参一听苏然要找双系魔兽，也瞬间哑口无言了。双系魔兽这种魔兽上哪儿找去啊？有些魔族为了强大自身，也确实会选择修习双系术法，可这种事情成功率很低的。修习双系术法不只需要平衡两者术法之间的冲突，最重要的是双系所需要的魔力会引起魔力杂乱，从而暴走。除非是到了不得已时，不然魔族是绝对不会修习双系的。只有不知死活的人族才敢这么干，但也完全是因为人族太弱，吃五谷杂粮长大，身体本就浑浊，反而容易驾驭双系。一般不冲突的双系天赋，反而会让一个人族修仙者更加强大。你说句话，你不说话我害怕。苏然也没有想到海参会沉默，他知道找双系魔兽完全就是异想天开，但万一有呢？做人不要太绝对了，也不是完全就没有机会。首先，能修双系的魔兽已经能匹敌神兽了。神兽是什么？你应该知道。要抓这样的魔兽，你觉得几率有多大？海参是觉得苏然真敢想啊，双系魔兽他活1000多年都没见过呢。苏然当然知道要抓一只神兽级别的魔兽有多困难，他活1000多年也还没见过神兽呢，所以这种玩意儿有没有他都还不确定呢。因此海参说完这话，苏然也沉默了。对于苏然的沉默，海参把刚刚说的话重复一遍。你别不说话啊，我害怕。一人一魔陷入安静，只剩下夜色中的蛐蛐儿不断鸣叫，直到空中飞过一只金色的鸟时，苏然才反应过来。他伸手揉了揉眼睛，还以为自己是眼花了。那只金色的鸟划过夜空，消失在东边的天际，那模样不就和传说中的神兽朱雀一模一样吗？这次就连海参都不说话了，他也是第一次见。果然活久了，什么玩意儿都能看到。当然，他们开心的原因并不是看到了神兽，而是既然有朱雀，那说明传说中的神兽是存在的。连神兽都存在，那双系天赋的魔兽岂不是真能有？苏然很开心。至于这只朱雀的出现，也让苏然沉思了下。神兽现世不会是有什么寓意吧？比如什么牛批的人物降世之类的。而看到朱雀的人不止苏然，整个修真界的宗门都看到了，甚至连一些凡人都看到了。第二日就传出什么神鸟降世，人间要有太平日子了。苏然在路过一个小镇吃午饭时，就听到隔壁桌的人在讨论神鸟的事，说什么神鸟降世，人族将会迎来转折，魔族已经不成气候，说不定以后能一举消灭魔族。这些话苏然听了没什么反应，倒是海参在空间里直打滚。人族灭绝，魔族都不会消失，只要人类不灭，怨念不消，那魔族就能源源不断的出现。毕竟最开始成为魔的就是人类的心魔，魔族能消灭掉才有鬼吧。苏然觉得神兽现世应该不会代表太多的东西，最多就是神兽半夜搬家被人看到了而已。毕竟这个世界都有神仙，那有神兽也正常。苏然比较在意的是有没有双系魔兽。修真界的森林有很多，这些森林一般占地面积很广袤，人族不会轻易进入这些森林，而是围绕着森林建造国家和城镇。按照平面地图来看，修真界的大陆很像现代的赤道，长长一条围绕着整个星球，不过不是横着而是竖着。海洋也只有东海和西海，除了这一条巨大的陆地外，就隔着大陆不远的地方有一些海岛。至于东海和西海的正中间，那是没人涉足过的地方。苏然算了一下修真界的面积，应该在地球的10倍大小左右。即便修真界的大陆只是围绕着这个星球很窄的一个长条大陆，但东西两边的距离横跨就是5、6万里，环绕一圈的距离更是无法估计。吃过午饭，苏然刚准备走，就看到一行人敲锣打鼓的派发红包，就连路过的苏然都被塞了3文钱。带头的人嘴里念念有词，原来是因为这镇子的一户人家半夜生产，孩子呱呱坠地时刚好是神鸟飞过，因此这户人家很开心，当街就派发起红包来了，说是让大家一起沾沾喜气。虽然只有3文钱，但苏然拿到红包还是很开心的，甚至准备上门去说点祝福话。到了这户人家的大门口，发现有不少人都聚集在这里，大家都是拿了红包特地赶来恭喜
起的，甚至这院子里还有修仙者坐镇。苏然跟着人流进来，两边放着糖果瓜子，应该是给小孩子的。他也毫不客气，抓了几把放进包里，可刚抬头就和那修士身后的小弟子对上眼了。但苏然才不会在意对方的眼神，接着又抓了2把糖果塞包里。他也不是白来的。苏然正吃得开心呢，一个男人就上来搭话。男人看着30岁左右，一身华服，脸上带着喜气，估计是这户人家的男主人了。仙长能光临，我林家真是蓬荜生辉呀！男人见苏然搭理他了，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自己的小女出生时有神鸟飞过，去请的仙长并没有推脱，甚至还遇到了云游的修士。怎么看自己的女儿都是吉祥之人。哪里，林老爷客气了，我也是收了林府的红包，所以来恭贺林老爷林夫人的。苏然此时手里还抓着糕点，被林老爷看到倒是有些不好意思。林老爷也是个体面人，直接把苏然请到后院去了，说是让苏然给他刚出生的女儿说些吉祥话，毕竟苏然是修仙者，也想女儿沾沾仙气。苏然不觉得自己身上有仙气，但他也不好拒绝。看着被乳娘抱着出来的小孩，他也就把脑子里的好话全都说了，然后再从自己的竹篓里掏出来一块玉石。这个玉石就送给林小姐吧，在我身边跟了我许久，上面有一些灵气，能保护林小姐不受病魔侵扰。苏然把那块玉石递给林老爷，虽然这石头是他平时扔着玩的，但这也确实跟了他1000年之久，算是盘出灵气来了。林老爷接过这颗玉石，瞬间就能感觉自己神清气爽，自然是更加珍重起来。原本林老爷要留苏然吃晚饭，但苏然说要赶路，林老爷就让下人送了苏然一大袋的糕点，是他多拿了几块的那个口味。等出镇子时，苏然还在嘿嘿傻笑，一块石头换了一大堆好吃的糕点，真是赚大发了。而随着神鸟朱雀现世的消息传开的，还有修仙热潮，就连走在路上的苏然都被塞了一张小报，上面写着大仙收徒，无需明年，现在就可以去报名参加选拔，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苏然看着这个传单陷入沉思，果然人类在什么时代都是爱占便宜的，这有一个就有第二个。一时间整个修真界倒是热闹起来，可苏然觉得虽然修仙不应该受到太多的规训，但杂乱无章也不行，一旦修仙就比凡人要强大很多。若是心术不正的人成为修仙者，就会出现像之前遇到那些打劫的人一样，仗着自己有修为就为所欲为。可拜入宗门之后，这种恃强凌弱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无论是再小的宗门，规矩都能写30页，很多人当然是受不住的，这也是散修出现的原因。散修本身就是宗门弟子，但因为犯了事或忍受不住宗门规矩离开宗门之后就自己修炼，没有强者引导修什么，完全自己摸索。特别是晋级时，没有长老或者师傅在边上引导，也很容易晋级失败。一旦遇到一个修为高一些的散修，那说明这个散修的天赋很好，并且很能打。苏然把手中的传单给扔了，感觉这些散修要么是想自己组成一个宗门，要么就是想借这个噱头赚一笔跑路。像是很多有钱人家的少爷小姐们，其实并没有天赋，但散修说只要给钱就能修，那些公子小姐肯定就去了。如今的修真界有一个修仙者的身份，就跟现代背个爱马仕的包一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宗门淘汰下来的人，那确实是不适合修仙，连大企业都没办法，个人工作室就更没办法了。所以苏然一看这小传单就知道是骗钱的，要是修仙真这么容易，那修真界都人人修仙了。苏然接着往森林边缘的镇子而去，这种森林边缘的镇子有不少宗门的任务小队，他们一直驻扎在这地方，对森林里的那些魔兽比自己要了解得多。苏然进入镇子就跟小白兔进了狼窝一样，路过的人都忍不住瞥一眼苏然。苏然找了镇上唯一的客栈办理了入住，店小二见苏然住下，欲言又止，最后什么也没说。能到这个地方来的，要么是受命而来，要么就是生活所迫。看这个小姑娘一身破衣，背上的竹篓都有些年头了，显然是为了钱来的。苏然不在意店小二的想法，进屋之后就到处偷听，不过很多话他听的耳朵都快聋掉了，真是不堪入耳。听了一圈，终于听到了点有用的东西，明日围攻那头高级魔兽可准备妥当了。另外一个人支支吾吾说了原因，原本是准备妥当了，可寻来的那个负责当诱饵的人忽然反悔不干，觉得咱们不靠谱，昨夜连夜跑了。带头人开口，没有当诱饵的人怎么吸引那只高级魔兽？你去选个人当诱饵。另外一人不敢说话了，毕竟做诱饵这种事十有八九是一个死，即便队长说了会保证对方安全，但修仙界的保证有个屁用。苏然也觉得这种让人去当诱饵的事很残忍，只要脑子没病的人都不会去。直到他听见了后半句，这次的魔兽可是风系带土系的双系魔兽，特别是它的魔角，那是主家想要的东西，若是拿不到魔角，咱们都别想好过。苏然没想到
自己要找的风土双系魔兽被人找到了，对方要魔角，那魔盒是不是可以给自己？不给他也可以黑吃黑啊。因此，在这个队伍要寻人当诱饵时，苏然就一脸真诚地凑上去。请问这里是招人吗？苏然手中拿着一张传单，上面就是这个队伍临时搞的招人告示，对方才贴上它就接下来了。要不是为了显得自己不是那么着急，他都要上手去抢了，哪里还能让告示贴到墙上？对方三人面面相觑，他们刚贴上去的告示，怎么被一个14、15岁的小姑娘给接下来了？你看懂上面的字了吗？我们要去狩猎高级魔兽。高级魔兽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最少都要筑基期以上的修为。你看看你什么修为？对方看得出苏然是个修仙者，但这修为也太差了些，甚至都不到炼气圆满。这样的修为在高级魔兽面前完全是当前菜的，比普通人都好不了多少。可你们这上面说了不限制修为，愿意就来，而且想要什么都可以提，为什么我就不行？那三人见苏然铁心要加入他们，也只能带着人回去。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院子，里面住了很多人。很显然，对方为了狩猎这只高级魔兽，确实准备了不少东西，甚至还有一个金丹大圆满的修士。虽然对方没有出招，但苏然能感觉到他身上的火气，看来对方是火系天赋了。另外一个金丹后期的修士则是木系天赋者，两人对风土系都有一些克制关系，也难怪没找原因修士就来单挑了。剩下的大多都是筑基大圆满和半步金丹了。可苏然觉得，以这些人想要捕猎一只风土双系的魔兽，应该是不够的。那金丹大圆满修士看了看苏然，又看了看向那三人，脸上的表情毫不遮掩。你们是认真的吗？三人也很惭愧，但他们也没办法，这个小姑娘就是要来，拿着告示就不还给他们。他们当时也没想过会有炼气期修为的人来接这个任务，甚至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只要吸引那只高级魔兽到你们提前布置好的阵法上，就算完成任务吗？任务完成后，我要什么东西都能给吗？苏然更在意的是自己能不能拿到风土双系魔盒。对方微微蹙眉，虽然觉得这个小姑娘有些儿戏，但现在时间来不及了，还有1个时辰就天黑了，距离他们行动不到2个时辰。要是真的拒绝了这个小姑娘，他们就只能推一个自己人出去当诱饵了。对，只要把魔兽引到预定位置，那么你想要什么都可以。话是这么说，但这个小队长对这次的任务完全没什么信心，他已经做好被惩罚的准备了。那我能要这只魔兽的魔盒吗？苏然一脸期待地看着小队长，要是这个队长真给，那他运气可真好。对方也没想到苏然这么大口气，居然要这只魔兽的魔盒。除了魔角外，一只魔兽最值钱的地方就是魔盒了。这个小姑娘也不是不识货，除了小队长外的其他人，在听到苏然的话时，先是一惊，随后就发出了爆笑。他们是不是听错了？这个小姑娘想要这只高级魔兽的魔盒，要知道高级魔兽的魔盒可是能卖100万的。这只风系虽然掺杂了土系天赋，但也能卖200万两银子以上。若真的给这个小姑娘，他们队伍的收获就会少一半。苏然不管那些人是不是在嘲笑他，但他都不在意，他只要那个风土双系的魔盒。只是苏然对这个小队长的话表示怀疑，海神不可能骗到自己，连魔族都不曾见过双系天赋的魔兽，而人族看到却不觉得惊讶，反倒是胜券在握的模样。风土双系魔兽，即便木火具有克制效果，但这70、80个人对上双系的高级魔兽，能活下5个都是超常发挥了。与其说苏然参加这个引诱活动，也是想要确定这只高级魔兽是不是真的，这些人的消息到底准不准确。小队长被苏然盯着，不知为什么产生了一种难以抗拒的压力。经过短暂的沉思后，小队长答应了。行，只要能让计划顺利进行，这个模糊给你也行。小队长开口，当然后半句没说出来，那就是能活下来的话。炼气修为有时面对低级魔兽都不一定能活下来，更不要说高级魔兽了。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既然有人愿意去当诱饵，那就不要浪费自己的战力。这里每一个修士都是主公花大价钱培养出来的，牺牲掉任何一个人，对于主公来说都是一种损失。那些人听到小队长的话，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他们没想到队长会答应这个小姑娘。你们先下去准备，我把计划和这位姑娘说一下。小队长知道他们的想法，但目前也就只有这样了。他一挥手，一张灵力地图出现在面前，随着他的讲解，地图也在跟着他的话语变化。苏然要做的事一目了然，这只魔兽是半个月前出现在这片森林的，他们和这只魔兽交手过几次，对方的攻击性并不算强，攻击阵子更像是在玩耍。至于为什么会确定对方是风土双天赋，也是因为这只魔兽攻击阵子时，有时是使用风系术法，有时又使用土系术法，所以他的主公知道后，就要他们拿下这只魔兽，特别是魔兽角，更是做法器的好材料。魔盒虽然很贵重，但其实魔盒需要剔除魔气后才能使用，普通的魔盒是不能直接拿来使用
用的。苏然把队长所记录的地图记下，我记住了，放心吧，我会把这只高级魔兽引到目的地的。他对于这种引魔兽的事还是很有自信的，至少在速度上，整个修真界还没碰到过对手。小队长看着苏然那一脸自信的样子，也不知道要怎么说了。等天完全黑下来，就是他们出发的时间。队长带着队员先出发，苏然则是拿着幼石去吸引魔兽。那些人为了让苏然跑快点，还给了他几个风系符篆。接下来就全靠你了，路线都记住了吗？小队长看着苏然的样子，不免再叮嘱几句。所有人都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只有苏然跟去春游一样，临出门时还把他们桌上的那只鸡烧走了，谁都没有食欲，偏偏他最能吃。放心吧，队长，保证完成任务。苏然见小队长一脸严肃地看着自己，就双腿并拢，给他敬了个礼。小队长看着苏然这不知所谓的动作，就让他去了。苏然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地方。按照小队长的计划，以他们的速度是1个时辰赶到布下陷阱的地方，而苏然则是要在1个半小时内找到魔兽。但苏然10分钟就摸到那只魔兽家大门口了，这里的环境和小队长给他看的地方一模一样，就连山崖上的巢穴都在。苏然跳到这魔兽窝的边上，此时他双手扒着窝边的树枝，探出半个脑袋来。这窝里除了2根羽毛外，空无一物。很显然今晚的主角不在家。苏然这下有点愁，主角不在家，这场戏怎么演啊？他手一撑，就坐在了窝边上。小队长留给他的时间还剩挺多，去周围找一找吧。苏然一挥手，窝里的羽毛就飞起来1根，随后这根羽毛就开始往前飘去。一开始苏然还以为这只魔兽往森林深处去了，但越走越发现自己前进的方向不对劲，这不是小队长设下陷阱的方向吗？这只魔兽不会把小队的人反蹲了吧？怎么说高级魔兽也有灵智了，会思考也是很正常的。当他跟着羽毛又前进了一段距离后，苏然就听到了打斗的声音，他立马闪身过去，就发现那只巨大的大鸟脑袋此时正一分为二，2个脑袋共用1具身体。苏然就说双系魔兽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这只臭双头鸟害他白高兴一场。而小队长也没想到这只魔兽会提前埋伏在这里，他们布置的陷阱也早就被破坏，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损失了好几个修士。是他大意了，没有算到这只魔兽竟然能找到他们布下的陷阱，甚至提前在这里等他。剧烈的风沙席卷而来，战斗力是之前袭击镇子的5倍不止。队长和副队长勉强撑下2招，即便2人的天赋克制这只魔兽，但在巨大的差距下，这点克制关系就显得微不足道。苏然赶到时，这里已经躺下10几具尸体了，活着的人数也对不上，应该逃走了20-30个。而拖住这只魔兽的人就是那2个金丹修士，不过看他们2人的样子，估计也撑不了多久。苏然顺手从地上捡起1块石头，接着朝双头鸟狠狠砸了过去。原本正要发起攻击的双头鸟忽然退后了几步，也正是这个瞬息让2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并且和魔兽拉开了距离，这是他们的攻击范围。副队长的术法也有了用武之地，周围的树枝瞬间挡在人和魔兽间，形成了一堵树木之墙。苏然见这人的术法竟然还架起了屏障，他就把粘在脸上的树叶子摘了。原本还想乔装打扮一番，但现在完全不用了。看着飞起来的魔兽，等在空中的苏然早就预料到他的动作了。鸟类嘛，一旦吃瘪就会飞，不管是魔兽还是麻雀，鸟就是鸟，改不了这个习惯。刚飞起来的魔兽直接被苏然一脚踹回地面，在魔兽落地时，又对着其中一个鸟脑袋来了一拳，直接把脑袋打得嵌入了地下。另外一个脑袋刚要反应，就被苏然隔空掐住脖子，那魔兽甚至都来不及惨叫就没了声息。苏然看着躺在地上不动的双头鸟，又听到树枝那边有动静，立马从死鸟的身上拔了1根毛盖在头上跑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一副姗姗来迟的样子。报告队长，我去看了鸟窝，没看到那只魔兽。苏然依旧和小队长分别时一样的动作。此时还活着的几人听到苏然的话，视线全都看向了他，身上一尘不染。分开时什么样，现在什么样。小队长见他没事，倒也松了口气，但一想到刚刚的情况，小队长又立马打起精神询问：你从那边过来，可有看到什么人？这只魔兽不是他们杀死的，他们只能勉强挡下这只魔兽的攻击，甚至都找不到时间反击。有人帮了他们，但谁会无缘无故的帮助他们？这只魔兽在那人面前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这说明对方是化神以上的修为。化神修为也就只有修真界几个千年大宗才有，他们只是一个国家贵族豢养的家臣，那些尊者们不可能特地来帮忙。没有啊，我刚到，我没看到这只魔兽，就拿了它的毛，附上追踪术法才到这里的。苏然一脸无辜，甚至还把引他过来的羽毛递给小队长。虽然说是羽毛，
但对于人族来说，也需要扛着。苏然说着说着，一转头看到那只死去的魔兽，惊得直接蹦了起来。小队长看着他那一惊一乍的模样，也觉得这小姑娘运气好，要是当面遇见这只魔兽，估计现在已经进肚子里去了。这次是他们大意了，以为这只高级魔兽的战力因为双天赋而有所下降，甚至让他们有了能战胜的错觉。因为苏然并不算完成任务，即便魔兽死了，那个小队长也不会把魔盒给他，不过倒是给了他不少银子和一些符篆。虽然你在这场战斗中没起到什么作用，但看在你帮忙处理大家的伤口，还有死去兄弟尸体的份上，这些都是你该得的。小队长见苏然不客气，把东西全都扒拉过去，就又忍不住问：你好像很擅长做这些事情。苏然竖起一个大拇指：善后工作，包你满意。毕竟这种事情他可是做了10年，那10年的时间过得比后来的1000年都漫长，这些他赖以生存的技能怎么可能忘记？虽然以前做这些事情是有钱拿才不得已去做，但现在看到这些场景，苏然还是会唏嘘。就因为他们的主公要，他们就可以完全不要命的上吗？为天下也就罢了，至少能流芳百世。可为了一个人，苏然是不理解的。不过这是别人的生活，他也无权干涉。苏然抱着属于自己的东西，转身就离开了这个小队的院子。本来以为自己能找到风土双系魔盒，哪知是个乌龙，就知道这玩意儿不好找。不过双头魔怪能把2个脑袋合并再分开，倒是给了苏然一些灵感。或许双生魔兽中就会出现真正的双系魔兽，比如本来是2只双生，结果一只把另外一只吞噬，久而久之，这魔盒融合岂不就是双系魔盒了？小队长看着苏然抱着那些银子符篆傻乐的样子，也有些可怜他。果然是很缺钱，不然也不会豁出性命来当诱饵。这么想着，小队长又拿出100两银子给他，拿着吧，以后别干这么危险的事了。你年纪也不大，去找个宗门待着，不是更好？他是孤儿，也没什么家人，但面对一个看着比自己小10来岁的姑娘，还是有些于心不忍。苏然被这个小队长的话拉回了思绪。其实参加这个小队时，他不是为了钱来的，不过刚刚那些也够他出2拳了，这还有100两呢。现在赚钱都这么容易吗？动不动随手就是100两，一只风系魔兽就是100万起步，真是时代变了，他都跟不上了。苏然不会傻乎乎的拒绝，也把那100两银子给收下了。宗门去过了，但因为我天赋不佳，所以宗门长老劝我别修了，找点别的事干。苏然摆摆手，表示自己并不是不去宗门，他发现只要遇到人族，就在重复解释这个问题。小队长见苏然这么说，也有些意外，不过也是，很多散修就是被宗门劝退的，像是苏然这样的也不是没有。小队长能做的只有这些，至于苏然要做什么，都是他的事。所以在看着苏然离开时，他也没有任何阻拦。苏然在这个小镇又多住了一晚，第2天一早，他又背上自己的小竹篓往北边走去。这片森林只是北境森林的一个小弯角，但也是各种散修赖以生存的地方。苏然走过的地方都自动记录在地图上，果然多和别人相处也是有好处的。如今修仙界的战力虽然比不上1000年前，但术法却比1000年前要多样性，像是这种根据想法变换地图的方式就很方便。苏然走走停停，准备把这一片森林给摸清楚，只是等他掏出日历看了眼后，发现竟然过去了2年，果然他又没注意时间了。苏然想了想，还是录了一些视频发给霍秋，只要霍秋拿起那面镜子就可以看这些画面。他还很贴心的搞了旁白。把视频发给霍秋后，苏然又把自己的留言拿出看看。沈剑川发了一些内容过来，说他已经结丹，雷劫对他的损伤已经下降到和别的天赋者一般，并且天照宗掌门正在研究这套阵法，准备把这套阵法传出去。这个留言是近2年前，也就是说现在的沈剑川已经是一个金丹修士了，真是可喜可贺。然后就是逢年过节时给苏然发来一些问候，最近一条是半个月前发过来的，说他定亲了，未婚妻是一起修炼的天照宗弟子，而他因为提供了方便雷系天赋晋级的阵法，破格被掌门收为徒弟。他的未婚妻也就是天照宗掌门的侄女。看到这，苏然才意识到沈剑川今年也18岁，18放在现代还是一个大学生，搁古代已经到了结婚生子的年纪。这么一想，再过2年，小念是不是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过得可真快啊！苏然挥散了页面，准备进城。2年放在古代也应该没多大变化。等进了城后，也确实和苏然想的一样，但要是放在现代，几千年就发展成高科技的时代了。可放在修真界，上万年变化都不大。在这种满是魔族和魔兽的世界，能好好活着就已经算一种幸福了，自然是不会想着再发展什么。最重要的是，小说设定就是这样的，再怎么改变，也不会在短短几千年内改变。毕竟神仙的时间动不动就万年、10万年的，为了保持这种年份，那人间的发展就会被放慢无数倍。就像1000年前和现在，除了一些地方的口音和文字有所变化外，就连在装束上都没什么变化。在小二来房间给他上菜时，苏然随口问了一下，怎么这街上那么多散修？
小二听到苏然的询问，脸色煞白。你不要命了，竟然敢打听天福教的事！苏然有些疑惑，天福教那是什么玩意儿？小二不敢说，苏然也不为难小二，索性去询问了沈剑川关于天福教的事。天福教的事情整理一下给我，要全部信息。而消息发过去不到30秒，就得到了沈剑川的回应。沈剑川此时正在打坐，他看到前辈询问关于天福教的事，也有些意外。天福教的事闹那么大，前辈不可能不知道才是。但只要前辈要，那他给就是。不到半个时辰，苏然就收到了关于天福教的所有信息。天福教是1年半前出现的，而天福教教主一出来就是化神期修士，可在这之前却从未在人前显现过。他一出现，就直接向10大宗门之一的青天宗挑战，以1人之力差点灭了青天宗。青天宗以观天象为主，并且还是以雷系天赋者为多，也算是10大宗门中战力很强的宗门了。可连青天宗都奈何不了此人，更不要说其他宗门了。最后修真界的宗门开了个大会，和对方和谈了。天福教教主叫叶薇，是一个穿白衣的女子，手中打着一把红伞赤足，手脚上都有破旧的铃铛，只有在和人战斗时才会发出声音。最重要的是，这个叶薇可以说是修仙者的克星，她不修法术只练体，一旦被她拉近距离，修士几乎无法反抗。苏然看到这儿，就在脑海里大概想象了一下，这种造型很像那种反派文女主的形象，比如整个修真界都负了她，然后她重生回来要报复整个修真界一样。苏然思索了一下，是不是这1000年他错过了什么？天福教对于想要修仙的人来者不拒，无论有没有天赋，只要加入天福教，那就可以成为修仙者。短短1年半的时间，整个天福教的弟子就有10几万之多。虽然比起整个修真界的人数来说还是九牛一毛，但所有修真界宗门的弟子加起来都不足3万，那这个数量就很恐怖了。苏然看完这些内容，就给沈剑川说了感谢的话。对于这个叶薇，宗门之中也没有人能查到他的底细。沈剑川忽然想问问苏然前辈，但前辈连天福教都不知道，对叶薇的了解也应该是没有的。吃完晚饭，苏然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些修士身上的灵气确实很浑浊。有什么感觉？是魔族吗？海参听到苏然问他，就在空间里懒洋洋地翻个身。这些人身上的灵力确实浑浊，但并不是魔族，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变成魔族。你把我们魔族当成什么了？苏然偷偷跟着一个天福教的弟子，虽然他一开始就感觉这些修士身上不对劲，除了灵力混沌外，还有一种不协调感。在一个拐角时，苏然差点就被对方发现自己在跟踪。苏然也有些意外，论鬼鬼祟祟，还没有人能比得过他，但现在竟然有人能发现自己，对方可真厉害。苏然给自己捏了一个法诀，又让海参再帮他套一层。海参虽然不情不愿，但还是帮他套了一层。有了双重保证，苏然在跟踪那人就没被发现过。他进了一个大院子，周围看上去很安静，并没有人居住。最重要的是，这院子里有一个很强大的结界，估计除了被结界认证过的气息，别人无法进入。苏然直接把海参给抓出来，指着又过来的一个天福教弟子道：“海参，轮到你了，你们魔族不是可以附身吗？”海参不想去，可看着苏然那一副真诚的模样，他也只能飘过去，占据了对方的身体。苏然确定海参附身后，就找了个隐蔽的角落，打开灵力光屏，并且连接了海参的视觉。这2年像是一些危险的地方，都是让海参这么做的。进入院子，苏然就发现里面变了地方，周围黑漆漆的，全是怪石，里面有不少天福教弟子，他们间也没有要打招呼的样子，每个人都很冷漠。在穿过一片石山后，苏然终于看到了一栋10几层高的塔楼，这座塔头通体黑色，看上去很是威严。随后这弟子在大门口接受检查，苏然看着门口的2只白鹰，瞬间感觉有些不妙。快出来，别进去了。海参也感觉有些不妙，在这人和另外一个人擦肩而过时换了身体。虽然海参动作很快，那个结界也没发出什么警报，但海参还是觉得刚刚有什么人看了他一眼，让他觉得毛骨悚然。而他才被刚附身的人带着往外走了几步，之前他附身的那个人就身首异处了。虽然对方脑袋掉了，可人却并没有死去，而是在地上痛苦挣扎。回到苏然的空间后，海参直接发了大脾气：“你真是完全不顾我的死活！你早就知道那个地方不能进是吧？”“不是啊，我一开始确实不知道，是后来进入那个空间后意识到的。”此时苏然也算知道那些人的怪异之处了，或许那些人身上就有叶薇的一丝神识，所以才能发现自己。好了好了，这不是没事吗？苏然安抚了海参2句之后，就反复看光屏上的画面。既然是靠阵法在遮掩，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远方。这个结界就类似一个传送阵，可它对传送
送这种事情研究的也很深，因此可以完全排除并不是瞬间传送。当然，要是幻术海参也能感觉出来。用海参的话来说，这个修真界幻术最强的就是他，不是传送阵也不是幻术，那就只有一个可能，黑塔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不属于这个修真界的空间，就像储物界一样，不受修真界时间影响，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后都是静止的。苏然觉得这个修真界好惨，战力完全不平衡，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能杀死魔王的人，结果魔王死了还没几年呢，又出现一个盯上宗门的人，并且这个人特别仇视宗门。真这样，那修真界的宗门还怎么玩？苏然趁着夜色回了客栈，至少从小二的态度来看，这天福教在宗门眼中是邪教，在百姓里的名声也不太好，所以这个叫叶薇的小姑娘到底要做什么？想肯定是想不明白的，问了对方也不一定说实话。虽说这个天福教在修仙者和百姓眼中都没什么好印象，可至少天福教应该没有乱杀无辜才是。一开始苏然不知道为什么百姓这么怕天福教，直到他的房间被几个天福教的人闯入，说他是宗门弟子派来的奸细。昨日带他上来的小二此时战战兢兢，看向他的眼神也充满歉意。他也不是故意的，但天福教和各个宗门是死敌，只要有修士踏入天福教的地盘，都会被盘问。若真是散修，那打一顿就放出来，最多受点伤，毕竟是修士，恢复能力也比普通人要强。可真要是宗门弟子，那这个宗门弟子就回不来了，要么归顺天福教，要么就是死。他们修真界的百姓都依靠宗门活着，这1年多来所受的罪比被魔族袭击还难受。当年宗门牺牲那么多弟子才斩杀魔王，如今这天福教的教主这么厉害，当年打魔族时怎么不出来发威呢？苏然接收到小二的眼神就放下茶杯，他也知道对方不容易。你是从哪儿来的？地界通行证拿出来看看。通行证我没有。苏然老实交代，那种东西他真没有。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被别人要通行证，就有种进自己家还要买票的感觉。没有通行证，那就是私闯了。带走！苏然不解，为什么我生活在这里时也没你们天福教啊？你们天福教在这里落户也没交通行证给我。修真界他都待1000多年了，去什么地方都没要通行证。虽然普通人需要路引，但修仙者却可以免路引，这人家官府都能灵活变通呢。这天福教和他们的教名一点都不符。对方一听苏然这话，脸色气得发黑，面对他们天福教竟然敢反抗。苏然不想惹事，但也受不住天福教这么乱来，就像各宗门自己不种田，那也得找菜农买菜，多给钱人家菜农才会送货上门，不然都是自己这样的杂役弟子去搬回来。像天福教这种明目张胆问原住民要东西的，跟强盗有什么区别？苏然当即就把他们给打趴下了。有什么事儿让你们教主来和我掰扯？要是你们教主的理由能说服我，那我就跟你们走。苏然又坐了回去，往茶杯里倒水，随后又从桌上拿出另外一个茶杯倒水，水刚倒入杯子，伞和尚的声音也传到苏然耳朵里。这位姑娘邀请本教主，本教主岂有不来之理？一个白衣少女手提一把红伞从门外走来，装扮什么的和沈剑川描述的一样。果然这些天福教的弟子身上有他的神识，自己说的那些话，这个叶薇是听到了。叶薇端着茶杯在苏然对面坐下。姑娘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可以问我。叶薇一笑，感觉整个房间都开满了花，要是一般人估计就被这位教主迷住了眼睛。苏然却不为所动。按道理说你们天福教才是外地人，为何问我这个先待在这个地方的人要通行证？因为这片土地现在我说了算，我要如何那便如何，毕竟宗门都默认的事。叶薇见苏然问出这么天真的话，倒还有几分好笑。他这2年是待在什么深山老林吗？人尽皆知的事他都不知道。宗门默认，那宗门又不代表我，你们这规矩对我来说不方便，给我改改。苏然以后肯定是要到处跑的，现在他知道只要在天福教的地界，无论去什么地方都要被盘查，这让他很头大。主要是他的身份容易暴露，几十年什么的，他的外表根本看不出变化，但凡有灵力印记，他不变的外貌就会被发现。所以怎么想，这天福教的规定对他都不利，可以对宗门的人这么规定，但对他不行，凡是对他不利的东西都需要稍微改改。姑娘，你这话也太霸道了些吧，本教主凭什么要为你改？叶薇没想到这都快2年了，竟然还有人敢对他这样说话。苏然从沈剑川那里知道，这个叶薇是个近战修仙者。近战修仙者他也算了解，修仙者中也有那么一小部分是修体术的，但近战要是没有碾压一切的速度，那是无法近身的。苏然眼睛咕噜一转，有些好奇这个教主到底有多快。就我一个人，教主大人行行好呗。苏然嘿嘿一笑，把海参那一套学了个10成10。叶薇原本还以为这修真界终于有一个硬气的人了，哪想还是一个狗腿子。免谈，本教主为什么给你特例，真让本教主失望。叶薇站起身，她当这个小姑娘是个什么厉害的人了，真是浪费时间。
间，随着他一挥手，地上的那些人瞬间化成灰烬。可苏然依旧安然无恙地坐在桌上喝茶，这让叶薇的眼中闪过一抹惊讶，毕竟从未有人撑过他这一招。苏然此时也算是知道这个叶薇的速度有多快了，他以为对方是靠速度取胜呢，原来还是个半远攻的人。叶薇的伞是一把剑，他刚刚看到那些人就是被这把伞给削成泥的，现在也算是了解为什么这个叶薇能近身那些修仙者了，只是提前在周围架设了剑道，那些人的攻击就是被这把剑给弹开的。可即便是这样，这个叶薇的速度也够快了。叶薇不信又来了一招，只是他还没动手，手里的伞就不见了。苏然拿着叶薇的伞，伸手弹了一下伞骨，可真锋利啊，砍了人都没沾血。像是这种锋利薄剑做成的剑伞，天天打着也不怕把自己给划了。苏然撑开伞看了看，又还给了叶薇。教主大人，我想问问，那群宗门的人是什么地方招惹到你了？苏然还是有些好奇，这个叶薇为什么这么仇视宗门。叶薇此时才反应过来，刚刚苏然是趴在桌上伸手过来拿的，但他完全没感觉到。也就是说，昨夜这个小姑娘被自己发现是故意的，就是为了引自己来见她。此时在苏然空间里的海参也发现了，他又是对着苏然一顿连轴臭骂。苏然也不管海参的臭骂，现在他比较好奇这个叶薇和宗门之间的恩怨。叶薇一把拿过自己的伞，无人招扰我，就是看不惯罢了。那按照教主大人的意思，要是别人看不惯你，也可以灭了你天福教。苏然坐回去，一挥手把屋子打扫干净，并且包了几层放在叶薇面前。要走记得把垃圾带走，毕竟也不好让店小二去处理。苏然还是刚刚那一副不在意的模样，但此时叶薇却一身冷汗，她确实太张扬得意了些。那半年她几乎无敌手，已经没人敢向自己挑战了。可这个小姑娘又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虽然只是几招，可叶薇知道她不是这个小姑娘的对手，是隐藏了自己的修为，还是用了什么障眼法？她竟然看不透对方。你是哪个宗门派来的？叶薇不走了，反而转身坐下。这次轮到叶薇找苏然谈判了。既然对方询问自己和宗门有什么恩怨，那么这个人绝对是向着宗门的。苏然老实交代，你要是问以前的话，那倒是宗门弟子，现在嘛，孤家寡人一个。